顶级魔法世家的废柴大少爷觉醒失败后，竟然在庄园疯狂拔草，所有人都以为他彻底疯了，却不知他已觉醒神级采集系统，连帝国最强家主都坐不住了。在这个强者为尊的世界里，阿斯特里家族就是权力的代名词，连帝国皇帝都要忌惮他们3分。作为最顶尖的冷酷魔法世家，只要子嗣没有觉醒魔法天赋，就会被无情的扫地出门。此时庄园里正流传着一个传闻，几个女仆在私下嚼着舌根，说大少爷第3次觉醒又失败了，继承人的位置怕是保不住了。所有人都在猜测大少爷是不是疯了，却没人注意到女仆长希尔维亚正站在门后，将一切听得一清二楚。听到女仆的八卦，管家一脸不可置信，追问他到底还知道些什么。女仆叹了口气，无奈的解释，事情得从1个月前说起。当时大少爷因为魔力冲击昏迷不醒，谁能想到他刚一睁开眼，嘴里就一直嘟囔着听不懂的话，还没等旁边的仆人们反应过来，他连鞋都没穿就直接冲出了庄园。他一路狂奔到后院，跪在泥地里，开始用双手疯狂的刨土，哪怕食指挖的血肉模糊也根本不停。最后他终于从泥地里拽出了一样东西，谁能想到那居然只是一株普通的杂草。听到这个消息，管家和希尔维亚都有些发懵，拔个杂草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但这根本不是重点，重点是整整1个月里，莱昂什么正事都不干，天天就在庄园里疯狂拔草。可谁能想到，在莱昂的眼里，这些根本不是什么无用的杂草，而是系统面板上提示的稀有药材。他甚至觉得每天拔草的日子非常充实，而且这件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莱昂一边采摘着花草，一边敏锐地察觉到四周全是监视的眼线。作为魔法世家的长孙，这日子过得确实憋屈。其实他身上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他根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他的前世是一个叫李贤的韩国社畜，因为受够了老板的职场霸凌，李贤直接掀了桌子砸碗走人。辞职后闲来无事的他登录了以前常玩的一款老游戏，结果一上线整个人都傻了，自己辛苦苦练的满级账号居然被系统删得一干二净。不过他也没太纠结，直接买了个生产类的新手礼包，准备在游戏里重新开始。谁能想到这一开包，直接开出了顶级的神级采天赋。李贤本来只想当个休闲玩家，在游戏里过佛系生活。更离谱的是，这时候距离游戏的主线剧情结束已经过去了整整50年。幸好原主的记忆还在，不然他真不知道该怎么混下去。为了生存，他试着拔起地上的草，没想到系统界面直接弹了出来，不仅拿到了稀有草药，还顺手达成了新手成就，赚到了第1笔游戏币。看着眼前的系统提示，莱昂心里顿时有了底，只要靠着这个系统努力干活，说不定很快就能离开这个鬼地方。莱昂突然想起来，自己现在占用的这具身体，在家族里居然被称为第3个失败品。毕竟在这个实力至上的家族里，像他这样无法觉醒魔力的人，随时都可能被扫地出门。想要安全逃离这里，以后在外面生活没钱是绝对不行的。莱昂甚至琢磨着要不要用采来的宝贝去贿赂家主，但转念一想，还是得先提升自己的属性，多弄点好东西才行。就在这时，旁边的草丛里突然亮起了一道蓝光，这光芒非同寻常，绝对是个稀罕货。他赶紧伸手拔了出来，果不其然，系统直接提示这是一株3星的稀有植物红日蕨。莱昂正为拿到3星植物高兴呢，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回头一看，原来是女仆长希尔维亚。希尔维亚面无表情地看着他，问他最近怎么总是在这拔草。莱昂赶紧把手里发光的植物递过去，问他能不能看见上面的光芒。结果希尔维亚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说这确实是株高级草药。莱昂这吓急了，追问他难道看不见这植物在发光吗？而希尔维亚看着有些反常的莱昂，看来仆人们传的那些闲话都是真的。他明确表示自己什么都没看见。这下莱昂彻底确定了，这神奇的系统光芒真的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能看到。还没等他高兴太久，希尔维亚就催他赶紧回去，说家主帕特里克正在找他。听到这个消息，莱昂整个人都懵了。在这个实力至上的家族里，家主帕特里克就是绝对的权威，也是莱昂逃跑前必须讨好的头号目标。莱昂本以为自己是个没觉醒的废物，对方根本不会注意到他，没想到这么快就被传唤了。眼下他连贿赂的礼物都还没准备好，这要是直接过去，后果简直不敢想。就在他急得不行的时候，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莱昂对希尔维亚说，能不能帮他转告祖父帕特里克，自己晚点再去拜访，而且他还想请希尔维亚帮个忙。镜头一转，来到了家主帕特里克的书房，此时他正在听取手下的汇报。听到莱昂醒来后整天只知道拔草，帕特里克有些不耐烦，追问还有没有别的情况。手下如实汇报说，莱昂虽然身体没事，但依然感知不到任何魔力。听到这个结果，帕特里克冷哼一声，直接把人打发走了。希尔维亚来到书房汇报情况，帕特里克冷着脸问，那小子现在到底在干什么？希尔维亚如实回答说，莱昂整天就在拔草，现在甚至都拔到府邸外面的森林去了。听到这个回答，帕特里克气得不行，他想听的根本不是这些废话。紧接着希尔维亚又补了一句，说莱昂让转告一声他晚点再过来。这下可彻底捅了马蜂窝，在这个家里从来没人敢对家主说晚点。帕特里克当场气炸了，直接放出狠话，要是莱昂不立刻滚过来，他就把那片森林给平了。希尔维亚只能老老实实退下去传达这个要命的命令。等希尔维亚一走，帕特里克嘴上还在骂莱昂是个没礼貌的臭小子，但实际上他心里比谁都惦记。
他走到水晶球前，看着里面正在拔草的莱昂，帕特里克忍不住抱怨：这小子醒了不先来找祖父报平安，反而天天在外面拔草，到底在搞什么鬼？谁能想到，莱昂刚提了要求，转头房间里就摆满了各种高级器具。看着这些价值连城的宝贝，莱昂忍不住发出感叹：有钱人家的待遇确实不一样。祖父嘴上嫌弃送东西，倒是挺大方的。既然装备都到齐了，莱昂决定立刻开始尝试制药。他换出系统面板一起，制药技能也有着完整的升级体系。熟练度从最低的学徒开始，一路往上是熟练和大师，而最顶尖的大宗师级别，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达到。既然决定要刷熟练度，莱昂打算先做100瓶药水试试水，毕竟手感或药水品质都跟技能熟练度直接挂钩。他把药草丢进锅里，直接发动了提取技能。随着锅里一阵红光闪过，药草瞬间融化成了红色药液，顺顺当当的装进了玻璃瓶里。系统立刻弹出提示，恭喜他成功制作出低级生命药水。看着手里这瓶红彤彤的药水，莱昂心里别提多美了。他二话不说，直接仰头灌了下去，不仅生命值恢复到了80%，连炼金术士的成就进度也动了。看着药水的效果这么好，莱昂心里顿时有了底。他把空瓶子往桌上一砸，心想这回可有底牌了。祖父你老人家就等着瞧吧。为了尽快把成就等级刷上去，莱昂开始疯狂制作冰冠药水。系统提示音在耳边响个不停，眼看着进度条就要拉满了。可这药水喝多了也是真遭罪，莱昂的血量早就已经回满了，在满血状态下继续硬灌，那感觉简直比上刑还要难受。他整个人瘫在椅子上，感觉胃里都快要撑爆了。但看这就差最后临门一脚，莱昂也是个狠人，他咬了咬牙，硬是把最后一口给灌了下去，硬撑着灌下最后一口药水。莱昂虽然难受的直哼哼，但总算把成就给刷满了。系统不仅奖励了金币，还顺手帮他解锁了新的配方。看着新解锁的配方，莱昂心里顿时有了底，这下终于可以开始下一步计划了。其实，在采药的时候，莱昂就一直在琢磨，到底该送祖父什么见面礼。毕竟祖父帕特里克实力深厚，身边又随时有治疗法师伺候，送普通的生命药水，人家根本就瞧不上眼。既然普通的生命药水送不出手，莱昂突然有了个新主意，要不送一瓶能恢复精神疲劳的药水。毕竟祖父每天都要处理家族事务，虽然强大的魔法师能用魔力硬撑，但精神上的疲劳是根本躲不掉的。想到这，莱昂立刻开始动手。锅里的药水散发出清新的香气，这感觉一下就上来了。在以前的游戏里，这玩意儿不过是个没人要的垃圾道具，但现在到了现实世界，这可就是不可多得的宝贝了。莱昂心里顿时有了底，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直接发动了提取技能。随着提取技能的发动，锅里的药水开始在空中汇聚，系统提示音也跟着响了起来。这回居然直接做出了立即药水。这瓶药水的效果非常奇特，它是通过让人回忆起快乐的过去，来彻底消除精神上的疲劳。不过，要是这人从来没快乐过，那这药水可就一点用都没有了。看着手里的2星药水，莱昂整个人都兴奋了，这可是高级技能才能做出来的宝贝，这下送给祖父的见面礼可算是有着落了。莱昂只是凑近闻了闻，原本疲惫的脑子就立刻清醒了过来，连喝都不用喝，效果就这么霸道，这回绝对是稳了。谁能想到这瓶超越等级的药水刚做出来，系统就直接弹出了提示，说他身上居然有了形成魔力回路的可能。紧接着，一个叫魔力分配的天赋被直接激活，这可是能让人精准控制魔力的事。随着蓝色光芒在身边汇聚，莱昂只觉得一股暖流在体内游走，这感觉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他试着握了握拳头，整个人都有些不敢相信，这梦寐以求的力量居然真的是魔力。看着手里的药水和新觉醒的魔力，莱昂再也忍不住了，直接在房间里放声大笑起来。可他这动静闹得实在太大，直接把门外的人给引了过来。看到大少爷这副近乎疯狂的模样，那人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转身离开。等房间里重新安静下来，莱昂靠在椅子上开始盘算，这具身体本来是个无法使用魔力的废物，如今不仅有了魔力，连赚钱的门路都找到了。看来逃离家族的计划很快就能实现了。计划进展得这么顺利，莱昂靠在椅子上，正美滋滋地享受着这片刻的轻松。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他突然觉得哪里不对劲，总觉得自己好像把什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这一琢磨，他才猛地想起来，自己把祖父帕特里克给晾在一边了。而此时的书房里，帕特里克已经等得快要抓狂了，正拍着桌子大发雷霆，追问那小子到底什么时候才滚过来。此时在城堡的另一头，家主帕特里克已经等得彻底暴怒，这臭小子到底什么时候才滚过来？那瓶该死的药水到底有什么好，值得他费尽心思去折腾？要知道帕特里克可不是普通的老头，他当年可是勇者队伍的核心人物，更是阿斯特里家族的至高掌门人，只要他愿意，随时都能自己建个国家。帕特里克越想越气，忍不住继续吐槽，就凭那小子虚弱无比的身体，到底能折腾出什么名堂来？咱们家要钱有钱，要权有权，他到底在瞎折腾个什么劲？面对家主的疯狂输出，旁边的西尔维亚只能保沉默，一句话也不敢多说。其实少爷在制作药水的时候，看起来真的很开心，可帕特里克根本听不进去，他叹了口气，冷哼一声，在死亡面前开心有什么用？要知道莱昂之前已经历了3次魔力暴走，普通人哪怕碰上1次都很难活命，他能撑到现在已经是奇迹了。帕特里克心里其实很清楚，他不再奢望什么奇迹，只希望这个孩子能健健康康的活下去。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仆人恭敬的报告，大少爷已经到了。紧接着莱昂推开门走了进来，
一进门，莱昂就赶紧跟祖父道歉，说自己来晚了。帕特里克可没那么好糊弄，沉着脸冷声质问他：“既然身体早就好了，为什么拖到现在才来？”莱昂叹了口气，解释道：“经历过那次魔力暴走后，自己想了很多事情。在这个家里，谁都知道他是个没有魔法天赋的废物。”旁边的西尔维亚听得心里一揪，忍不住想要开口安慰他，但莱昂只是自嘲地笑了笑，说自己早就想通了。他看着自己的双手，说自己以前根本无法接受这具不能容纳魔力的身体，因为一旦承认了这个事实，他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在这个家里根本没有立足之地。莱昂话锋一转，说现在一切都不同了。他拿出一瓶药水递给祖父，说这是自己接受现实后努力钻研出来的成果，绝对不会给家族丢脸。不仅如此，莱昂还贴心地表示，知道祖父平时工作辛苦，这瓶药水是特意为他准备的。看着眼前的孙子，帕特里克却觉得有些不对劲，这孩子身上的气场完全变了，不是因为表情或者站姿，而是某种更深层次的东西彻底发生了改变。帕特里克盯着桌上的药水，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被大家当成废物的孙子，私底下默默做了这么多，居然全是为了自己。帕特里克看着眼前的药水，心里其实已经开始动摇了，但他毕竟是高高在上的家主，面子上怎么也得挂住，自己可是早就超越常人的强者，连剧毒都伤不到他分毫，这种普通药水能有什么用？可莱昂接下来的话却直接把他的防线给击穿了。莱昂一脸真诚地叮嘱他，这可是自己一边想着祖父，一边辛苦熬制出来的，让祖父有空一定要喝。听到祖父和想着您这几个字，帕特里克表面上还在强装镇定，其实心里早就乐开了花，恨不得当场大笑3声，但他还是深吸一口气，摆出一副冷酷的架势，冷冷的让莱昂赶紧退下。等莱昂一走，旁边的西尔维亚立刻看穿了一切，调侃他心里其实早就乐坏了吧。帕特里克还死鸭子嘴硬，没好气的回了一句高兴个屁，但他看着手里的药水，总觉得这东西有种莫名的熟悉感。旁边的西尔维亚也觉得奇怪，这药水里竟然感觉不到任何魔力波动。他主动提议要不要用特殊手段检测一下，帕特里克却摇了摇头，说自己只想好好感受孙子的这番心意，不需要做那些多余的检测。西尔维亚笑了笑，便识趣的退了出去，把房间留给帕特里克一个人。等屋里只剩自己时，帕特里克看着药水，心里忍不住一阵感慨，这孩子到底有多久没送过自己礼物了？而且仔细一瞧，这药水的制作工艺极其高超，要是没有深厚的药剂学和炼金术底子，根本不可能做出来。看来那孩子在背后真的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虽然嘴上说着这药水对自己这种强者大概不会有什么效果，但他还是缓缓拔开了瓶塞。既然是孙子送的心意，总不能就这么浪费了，怎么也得尝尝味道。他仰头把药水喝了下去。这药水刚一入口，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原本紧绷的神经一下子彻底放松下来，内心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他就这么靠在椅背上，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在梦里，那些早就被遗忘的记忆碎片开始一一闪现，全都是过去那些温暖又美好的画面。虽然这只是一次非常短暂的打盹，甚至算不上真正睡了一觉，但那天在梦里见到的场景却让他久久不能忘怀。帕特里克缓缓睁开眼，刚才那个梦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真的睡熟了，而且醒来之后整个人神清气爽。最让他震惊的是，折磨了自己多年的顽固头痛，这会儿居然彻底消失了。看着手里的空药水瓶，帕特里克忍不住笑了一下，这孩子的脾气简直跟自己一模一样，认准了的事就绝不回头。既然这药水真的有用，那自己也没理由再把莱昂像金丝雀一样关在家里了。至于莱昂身上那致命的魔力冲突，帕特里克暗暗下了决心，不管付出什么代价，自己都一定要找到解决的办法。莱昂正琢磨着呢，突然莫名其妙打了个冷战，总觉得背后凉飕飕的。城堡里的仆人们这会儿正聚在一起传八卦，而且这谣言是越传越离谱。有人说莱昂少爷快不行了，之前送给家主的药水其实是他的临别礼物，甚至连他之前天天在院里拔草都被大家解读成是在提前给自己找墓地。这话一出，旁边的男仆直接笑出了声，觉得这少爷真是太能折腾了。就在大家聊得正起劲时，旁边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把八卦的几个人吓了一跳。原来是来帮忙收衣服的男仆不小心弄出了动静，大家这才赶紧散开回去干活。可听到这些谣言的汉娜整个人都快崩溃了，因为莱昂快要病逝的传闻已经在城堡里彻底传开了，导致伺候他的侍从们纷纷跑路。这不又有一个侍从递了辞呈，汉娜越说越气，觉得那些跑路的仆人简直是一点忠诚度都没有，平时拿好处的时候挺积极，一听到风吹草动就全溜了。旁边的男仆想拦都拦不住，只能拼命朝他使眼色，示意他赶紧往后看。还没等汉娜反应过来，身后就传来了一声冷冰冰的呼唤。汉娜这下彻底懵了，转过头去一瞧，站在身后的居然是女管家希尔维亚。希尔维亚脸上虽然带着笑，可说出来的话却让人感觉不妙。他倒要好好听听，这城堡里到底在传什么谣言。清晨的阳光刚刚洒下，希尔维亚便神色匆忙地赶来，一进门就急忙向帕特里克致歉。帕特里克并未过多计较，只是随口询问他是否遇到了急事。希尔维亚眼神闪躲含糊地应付过去，只推脱说是处理了一些家务，随即追问大清早召见他的真正目的。帕特里克沉默了许久，终于缓缓拿出了莱昂送的那瓶药水，想让这位魔药专家帮忙鉴定一番。希尔维亚没有丝毫废话，立刻熟练地对药水展开检测。然而检测出的结果却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看着眼前的检测数据，西尔维亚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凝重。他深吸一口气，非常肯定地告诉帕特里克，这瓶药水绝不是莱昂少爷能做出来的东西，这绝非凡物，而是传说中勇者特有的专属药水。提起这位勇者，那可是50年前的传奇。在终结了与魔族的惨烈战争后，他便如同人间蒸发般彻底销声匿迹。传闻中世上没有任何迷宫能困住他，甚至连高高在上的神明都不敢与他为敌。看着这瓶散发着神秘光芒的药水，西尔维亚沉寂已久的心思瞬间活络起来。因为在这个家族的迷宫最深处，一直隐藏着一份束缚他自由的契约。也许只有这位传说中的勇者，才能帮他斩断枷锁，让他彻底重获自由。西尔维亚斩钉截铁地断定，这绝对是只有勇者才能拥有的神物。但帕特里克却觉得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如果这真是传说中的神药，药效应该比现在呈现的更加惊人。况且莱昂怎么看也不像那位传奇勇者。不过帕特里克心中已经有了新的盘算，他准备找机会再向莱昂讨要一瓶更好的，因为他想让自己的姐姐西尔维亚也体验一下这种魔力充盈的轻松感觉。毕竟这几百年来，姐姐一直活得死气沉沉，毫无生机。帕特里克深知这药水连他这个八环法师都有效，对姐姐也一定能起到作用。听到他这番发自内心的关切，西尔维亚微微一愣，随即忍不住放声大笑。西尔维亚一边笑着一边摇头，直言这世上最愚蠢最没用的事情，就是去担心一个寿命悠长的魔女。毕竟他们拥有上千年的漫长生命，不仅百病不侵，还掌控着极其庞大的魔力。帕特里克根本不需要为了莱昂的事情而去刻意勉强他自己。不过对于弟弟这份难得的孝心与关怀，西尔维亚还是满心欢喜的笑着接受了。望着姐姐渐渐远去的背影，帕特里克站在原地，心里五味杂陈。就在这时，莱昂推开房门走了进来，敏锐地察觉到祖父的脸色有些异样。莱昂关切地询问：“您是不是在担心什么？”好面子的帕特里克怎么可能轻易承认，立刻板起脸，一口否认了回去。莱昂见状，开始故意试探祖父，调侃他是不是昨晚没睡好，或者是平日里缺乏运动，甚至打趣问他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这番话顿时把帕特里克气得吹胡子瞪眼。莱昂见好就收，赶紧切入正题，询问是不是因为自己送的那瓶药水。辈出中心思的帕特里克索性不再兜圈子，直接盯着莱昂认真的询问：“你能不能制作出品质更高的药水？”听到这个要求，莱昂心里其实十分犯难。以他目前的实力和简陋的条件，连制作2星药水都有些勉强。上次能够侥幸成功，完全是运气使。不过难得这位金主主动开口提要求，如此绝佳的刷好感机会，他绝不能轻易放过。他自信地告诉祖父，虽然需要花点时间，但自己确实有把握制作出来。他有些好奇，顺口追问了一句：“这瓶新药水做好了，你打算送给谁？”帕特里克思索片刻，老老实实地回答：“自己是准备送给女管家西尔维亚的。”此话一出，房间里的气氛瞬间变得微妙起来。看着祖父那突然变得严肃的表情，他脑海中忍不住开始疯狂脑补：难道祖父和西尔维亚之间有什么秘密情愫？毕竟人总是想把最好的东西送给心上人。难道是祖母去世后，祖父一个人太寂寞了？不过他很快便把这些荒诞的想法甩在脑后。为了打破眼前这尴尬沉闷的局面，莱昂赶紧拍着胸脯向祖父保证，只要给自己2周时间，就一定能做出来。听到只需2周，帕特里克整个人都惊呆了。为了展现实力，莱昂甚至改口保证自己其实只需要1周时间就能完成。说完，便兴冲冲地转身跑了出去。看着孙子风风火火的背影，帕特里克整个人愣在原地半天，没反应过来。莱昂心里其实打着精明的小算盘，这可是刷满祖父好感度的绝佳机会，自己必须展现出真正的实力。可当他冷静下来，走到城堡外面，才发现自己把炼药想得太简单了。想要在短时间内炼制出3星药水，光靠普通的低级草药根本行不通。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脑海中突然闪过系统里的先令商店，说不定能从里面淘到什么破局的宝贝。随着系统面板在眼前亮起，虽然许多高级商品的描述依然处于锁定状态，但至少让他看到了一丝破局的希望。莱昂本以为能从系统商店里大捞一笔，结果点开商品的瞬间直接傻眼了。这上面的价格贵得简直离谱，以他现在的身家根本什么都买不起。看着面板上那些动辄10万先令的工具，莱昂忍不住在心里疯狂吐槽：一把破旧的钥匙居然也标价10万先令，这难道是用纯金打造的吗？他不信邪的继续往后翻阅其他页面，结果却让他感到更加无语。连最普通的魔法调味料都要1万先令，这简直和明抢没有任何区别。看来指望系统商店走捷径是彻底没戏了。既然这条路行不通，那就只能另寻他法。毕竟光靠双手去野外采集高级草药，效率实在是太低了。莱昂心里非常清楚，想要在短时间内炼制出高品质药水，他现在最迫切需要的就是一套趁手的专业工具。画面一转，城堡的铁匠铺里传来阵阵打铁声。此时的铁匠铺里正忙得热火朝天，年轻的学徒急匆匆地朝内屋大喊，说外面来了一位身份尊贵的大金主，催促自家大哥赶紧出来接待。屋里的红胡子铁匠正忙得不可开交，听到有大客户上门，虽然嘴上骂骂咧咧，但还是拍拍手放下手里的活走了出来。可当他走到门口看清来人时，整个人直接愣在了原地。站在他面前的居然是一位衣着华丽气质高贵的少爷。莱昂十分礼貌地开口询问自己能不能借用这里体验一下打铁。听到这个匪夷所思的要求，红胡子铁匠整个人都有些蒙圈。一个细皮嫩肉的贵族少爷跑来脏乱的铁匠铺说要亲自打铁，
还没等铁匠开口拒绝，莱昂便微微一笑，递过去一个沉甸甸的袋子，里面装满了金灿灿的魔法金币，并表示自己绝对不会白白占用地方。看着这一整袋闪瞎眼的黄金，年轻铁匠还没来得及说话，旁边的红胡子铁匠就当场炸了。他觉得这少爷就是来捣乱的，他们本来就忙得不可开交，哪有闲工夫陪小孩子玩过家家。看到莱昂出手如此阔绰，年轻铁匠赶紧劝他收回金币，毕竟这些钱足够买下好几把锄头。他还好心提醒莱昂，外面的骗子可多着呢。莱昂有些哭笑不得，解释说自己是故意给这么多的。此时红胡子铁匠冷哼一声，上下打量着莱昂，觉得这个细皮嫩肉的少爷根本不是干粗活的料。要知道这位红胡子可是矮人族，他们天生神力，甚至能徒手在烈火中锻造，是无人能及的顶尖锻造大师。不过看着眼前的莱昂，红胡子心里也有些犯嘀咕，没想到在这个偏僻地方居然能碰到高贵家族的后裔。他双手抱胸，粗声粗气地询问他的名字。莱昂没有隐瞒，直接报上了自己的大名。听到这个名字，矮人铁匠顿时露出玩味的表情，调侃他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家族疯子，随后便大声嚷嚷着让旁人给这个怪人腾个地方。年轻铁匠吓得够呛，赶紧劝自家大哥说话注意点。矮人铁匠却不以为意，指了指旁边的火炉，让莱昂随便使用，还顺便让年轻铁匠留下来打下手。莱昂笑着道谢，刚想询问对方的名字，一转头，矮人铁匠已经大步流星地走远了。年轻铁匠赶紧打圆场，自我介绍说他叫桑，而自家大哥名叫姆杜，接着便热情地带着莱昂往里走，准备带他参观这间铁匠铺。桑带着莱昂在铁匠铺里转了转，介绍说成品都会放在外面展示。莱昂仔细观察着周围的工具，发现这里的设备其实非常精良，锻造过程也挑不出任何毛病。可既然如此，为什么成品的质量会这么差呢？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时，炉火中突然亮起一道微光，紧接着系统面板弹出提示，一只低阶火精灵正在看着他，而且状态看起来非常虚弱。莱昂有些好奇地询问桑，这炉子里的火平时就这么弱吗？桑有些尴尬地解释，虽然现在看着还行，但确实比以前弱了许多。桑有些难以置信地追问，他是怎么知道火变弱的？莱昂微微一笑，说是火自己告诉他的。听到这个回答，姆杜整个人都愣住了。莱昂趁热打铁，询问现在能否教自己制作锄头。还没等他说完，姆杜就急忙打断了他，并且把旁边的桑支走，表示要和莱昂单独聊聊。两人来到外面，姆杜神色凝重地看着莱昂，低声询问他是不是真的能看到火精灵。莱昂没有隐瞒，直接点头承认。姆杜急切地追问能否解决火精灵虚弱的问题。莱昂思索片刻，说自己大概可以试试。姆杜沉默了半晌，当即向莱昂郑重承诺，只要能解决这个问题，自己就亲自教他打铁。他甚至当场承诺，以后会永远优先处理莱昂的订单。听到这个意外之喜，莱昂心中暗喜。要知道这家铁匠铺名声在外，能拿到这里的优先订购权，简直是赚大了。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立刻笑着答应下来。随后跟着姆杜来到炉火旁，看着眼前熊熊燃烧的炉火，姆杜忍不住叹了口气，开始诉苦。他说自己好不容易把铁匠铺做大，结果火精灵却突然失去了力量，没有了精灵的加持，光靠普通的炉火和技术打出来的武器质量只会越来越差。可他只是个矮人，根本没办法和精灵沟通，再这样下去，铁匠铺迟早要完蛋。听完精灵的烦恼，莱昂看着炉火，突然有了主意。他有些好奇地询问，如果自己把那个东西给精灵，是不是就能解决问题了？莱昂转头告诉姆杜，火精灵说他现在口渴了，是不是得往火里浇点水？听到这个离谱的提议，姆杜有些哭笑不得，往火里浇水，那不是直接灭火吗？莱昂赶紧解释道，必须给精灵准备特殊的饮品。姆杜这下也是豁出去了，当即向莱昂承诺，只要能解决这个问题，自己愿意拿出生平的杰作作为回报。听到这个意外之喜，莱昂自然不会拒绝，两人当场达成协议，准备今晚就正式动手。夜深人静，莱昂独自在工坊里忙碌起来。系统突然弹出提示，火精灵因为工作时间太长，现在已经严重脱水，急需补充水分。莱昂道也不慌，他很清楚问题出在哪里，毕竟这里是领地最大的铁匠铺，工作量大的惊人，精灵吃不消也很正常。既然找到了病因，那就必须对症下药。莱昂立刻想到了水香，这东西虽然吃起来咸咸的，但只要经过特殊提炼，就能做成火精灵最爱喝的精油。没过多久，一瓶散发着清香的精油顺利出炉。莱昂把刚调制好的精油缓缓倒进了炉火之中，闻到香味的火精灵立刻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系统提示也随之弹出，看来这水迷迭香精油确实非常对他的胃口。不过一瓶显然还不够，看着火精灵意犹未尽的样子，莱昂只好继续动手，现场又给他调制了几瓶。随着更多精油倒下去，火精灵终于彻底恢复了活力，甚至还满足地打了个饱嗝。莱昂的精灵沟通天赋经验值也跟着暴涨了一大截。看着火精灵开心的样子，莱昂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姆杜一进门看到恢复活力的火精灵，兴奋地大喊大叫，直夸莱昂是个了不起的天才。可还没等他高兴完，却发现莱昂的脸色有些不对劲，赶紧关切地询问他有没有事。莱昂有些虚弱地笑了笑，解释说自己只是熬了通宵，并没有什么大碍。结果话还没说完，他整个人就直接栽倒在地上，彻底晕了过去。
这可把母杜吓坏了，赶紧冲过去大喊，让他千万别在这时候倒下。两个可爱的小家伙凑到桌边，好奇地打听起莱昂的名字。还没等莱昂开口回答，两个孩子就争先恐后的自我介绍，逗得莱昂忍不住笑出了声。看着这两个感情要好的孩子，莱昂不禁有些感慨，这也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弟弟妹妹。但在他的记忆里，那些家人对他可没这么友好，不仅说话刻薄，甚至还非常讨厌他。不过只要以后互不相干也无所谓了。就在这时，莉亚急忙赶了过来，把两个调皮的孩子拉开，生怕他们打扰了莱昂用餐。结果孩子还以为莱昂的名字就叫少爷。看着这有趣的一幕，莱昂笑着告诉他们自己的名字叫莱昂。小家伙觉得少爷这个称呼更酷，直接就这么叫上了。莱昂倒也不介意，笑着答应下来。莉亚赶紧把孩子们赶走，生怕他们打扰了莱昂用餐。看着打闹着跑开的孩子，莱昂反而觉得心里挺温馨的。莉亚有些不好意思的向他道歉，接着又叹了口气，说起早上丈夫把莱昂背回来时，自己着实被吓了一跳。她很感激莱昂帮了自家丈夫大忙，甚至还累得晕了过去。莱昂却笑着摆了摆手，觉得能换来一顿饱饭和休息就已经足够了。就在这时，大门突然被推开，铁匠母杜从外面走了进来，孩子们立刻兴奋地扑了上去，围着他叽叽喳喳地问个不停，想知道火精灵是不是真的治好了。看着这温馨的一家人，莱昂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吃饱喝足之后，母杜便打算带莱昂去干正事，说自己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妥当了。等莱昂跟着他来到铁匠铺，整个人却直接愣在了原地。只见墙上挂着一块崭新的留言板，母杜笑着解释说，以后只要莱昂有需要，随时可以把想打造的工具写在上面，他绝对会优先处理。不过这还不是最让莱昂吃惊的，等他跟着母杜走进内屋，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看傻了眼。屋里居然整整齐齐地堆放着小山一样的铁锭，而且全都是矮人族亲手锻造的高级货。母杜有些得意的解释说，考虑到莱昂那弱不禁风的体质，要是从头开始熔炼铁矿，估计他当场就要累趴下，所以自己干脆提前把材料都备齐了。看着母杜这副认真的架势，莱昂有些意外，问他是不是打算动真格的了。母杜没好气的反问，难道以为他只是带莱昂来过家的吗？莱昂赶紧解释，自己是真心想快点学会，问第一步该干什么。母杜对他的态度很满意，决定亲自给他演示一遍。母杜带着莱昂来到火炉旁，解释说打铁最基础的就是掌控铁块的温度，光是烧红了还远远不够，可要是温度太高，铁块又会直接融化成铁水。眼看火候差不多了，母杜大喝一声，立刻挥起大锤砸了下去。他一边熟练地敲打着铁块，一边向莱昂传授诀窍，强调控制力道才是最关键的。只有把刀刃打薄，刀背留厚，武器才会足够结实。等铁块大致成型后，就要进行更精细的调整了。母杜一边熟练地打磨着刀刃，一边把木柄装了上去。没过多久，一把崭新的锄头就做好了。母杜有些得意地把锄头递过去，问莱昂是不是觉得挺简单的。母杜哈哈大笑起来，吹嘘说，虽然普通人觉得难，但有他这个大师在旁边指导，根本不用担心。莱昂看着旁边堆成小山的铁锭，问母杜是不是这些铁自己都能用。母杜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让莱昂随便用。结果一转头，母杜整个人都傻眼了。只见莱昂抱起一大堆铁锭，直接就往火炉里塞。母杜吓得大喊大叫，问他到底想干什么。莱昂却是一脸轻松，说自己要开始尝试了。接着铁匠铺里便传来了清脆的敲击声，可这打铁的难度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期，没砸几下他就累得直喘气。看着地上被砸得奇形怪状的铁块，系统甚至弹出了无法修复的提示，完成度更是只有可怜的15%。不过莱昂并没有气馁，他很清楚万事开头难，只要坚持下去总能找到窍门。看着莱昂这副拼命的架势，一旁的母杜也只是默默看着，并没有出声打扰。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敲击，系统面板上的完成度也开始慢慢往上涨。在火精灵的全力配合下，莱昂终于渐渐找到了感觉，这下他信心大增，再次高高举起了手里的大锤，重重的砸了下去。这一下系统直接弹出了提示，不仅锄头的完成度一下子飙到50%，他甚至还觉醒了全新的锻造天赋，熟练度也直接升到了学徒1级。看着眼前的提示，莱昂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一旁的母杜更是看傻了眼，急匆匆的冲过来大喊，问他刚才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不过现在可不是解释的时候，母杜赶紧催促他，趁着铁块还红着，赶紧一鼓作气完成。莱昂没有废话，在母杜的指导下，两人配合的默契十足，伴随着一阵阵火花四溅，最后一下组装也顺利完成。看着手里大功告成的锄头，莱昂忍不住笑了起来，旁边的母杜也跟着兴奋的大喊大叫，系统面板也跟着弹了出来。这把锄头不仅达到了100%的完成度，甚至还附带了火精灵的能量属性。看着莱昂手里的锄头，母杜忍不住惊叹起来，直夸他是个深藏不露的天才。莱昂有些不确定的问，这把锄头算合格了吗？母杜一听，直接嚷嚷起来，这哪里是合格，简直比普通铁匠做出来的强太多了。母杜本想让莱昂休息一下，结果莱昂根本不打算停，直接问接下来能不能教他做镰刀。母杜整个人都听傻了，接着他便哈哈大笑起来，直夸莱昂这股拼劲太疯狂了，当即答应要把所有的手艺都教给他。看着渐渐暗下来的夜空，莱昂暗暗发誓，再等一等，自己一定会帮祖父实现心愿。夜色渐深，莱昂拿着刚打好的锄头，在森林里一锄头刨下去，没想到直接挖出了好宝贝。系统提示挖到了稀有的手指菜，这高级工具就是不一样，效率简直翻了倍，而且
有了这套新装备，能采集的药草种类也变多了，这下制作3星药水就完全不是问题了。他干劲更足，准备继续挖下去。没过多久，地里又有了新动静，这回挖出来的是同样少见的香蕉红薯叶。既然地面上长着红薯藤，那这泥土底下肯定藏着好东西。莱昂没有犹豫，直接一锄头刨了下去。谁能想到地里竟然唰的一下冒出了火光，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系统提示就弹了出来，原来是锄头里的火精灵祝福被触发了。看着手里刚出土还冒着热气的烤红薯，莱昂整个人都懵了。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莱昂发现自己获得了火精灵的祝福，只要挖出食物就能直接烤熟。他随手在地上刨了一下，竟然真的挖出了热气腾腾的烤红薯，香甜的奶香味扑鼻而来，莱昂忍不住大口吞咽起来。这逆天的属性简直就是生存神。几只白色小鸟被香气吸引，叽叽喳喳地落在他身边。莱昂笑着掰下一块红薯扔过去，小鸟欢快地扑棱着翅膀，这让他想起了以前游戏里的宠物。吃饱喝足之后，莱昂拍拍尘土站起身来，他必须立刻开始收集药材，顺便多挖几个烤红薯留作备用。莱昂这一走就是整整3天，可把庄园里的仆人们给急坏了。男仆在院子里急得团团转，实在想不通少爷为什么会跑去铁匠铺。更糟糕的是，庄园里现在到处都在传些难听的谣言，说莱昂少爷快不行了，甚至马上就要被家族扫地出门。男仆正和女仆长希尔维亚商量着要不要赶紧出门去找人，结果一抬头，莱昂居然自己慢悠悠地晃了回来。看着他风尘仆仆的样子，众人立刻紧张地围了上去。莱昂笑着向众人摆了摆手，示意自己并无大碍。可希尔维亚看着他疲惫的模样，心中却满是酸楚与无奈。他叹了口气，劝莱昂尽早放弃，没必要为了他继续白费力气。莱昂还以为是祖父泄了密，笑着让希尔维亚再等等。虽然耽误了几天，但他已经把药材全部找齐了。希尔维亚瞬间愣在原地，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莱昂根本顾不上休息，抱着药草急匆匆地跑间，看着他远去的背影，身为女巫的希尔维亚陷入了沉思。她深知普通药水根本治不好自己，而莱昂从小就是家族里最弱的孩子，可如今他为了自己去学打铁采药，这让希尔维亚冰冷的心破天荒地升起了丝希望。几天后，希尔维亚拿着莱昂配置好的药水，神色激动地来到帕特里克的书房。看着希尔维亚的表情，帕特里克心里就有了数，看来这药水确实起作用了。希尔维亚颤抖着表示，这药水不仅治好了他的顽疾，甚至连他干涸的情感都彻底恢复。他怀疑是有高人在暗中相助。帕特里克却无比肯定，这绝对是莱昂独自完成的。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莱昂的成年礼已经让他足够头疼。希尔维亚却神色凝重地警告他，这可是传说中的英雄药水，在他们的认知中，所谓的英雄不过是拯救世界的消耗品，注定要在痛苦和战斗中挣扎，并在和平降临时彻底消失。帕特里克听后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双手不由自主地紧紧扣在一起。那些曾经并肩作战的同伴，至今都找不到英雄的任何线索。他声音颤抖地说道：“他绝不能看着孙子重蹈覆辙。”希尔维亚却突然笑了起来，提议必须把莱昂彻底隐藏起来。为了守护这个孩子，他甚至决定放弃一切，隐姓埋名。帕特里克顿时急得大声质问，问他是不是彻底疯了？怎么能为了莱昂放弃好不容易得来的自由？希尔维亚直接打断了他的劝阻，表示自己心甘情愿留在庄园，是莱昂让他重新感受到了生命的温度，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守护他。家里突然多了一个新女仆，而且指名道姓要去伺候莱昂，这让家族次子里克塞尔百思不解。作为公认的4环魔法天才，里克塞尔行事果断，手段狠辣，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赛人，怎么看都觉得不对劲。尤其是看到希尔维亚的退休报告，他心中的疑虑更加深重。干了这么多年的资深女仆，怎么可能因为一瓶药水就退休？这背后绝对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前脚刚走，后脚就补位，这时间点卡的实在太诡异。昨晚希尔维亚告别时精神抖擞，还声称是莱昂的药水治好了他。里克塞尔根本不信这种鬼话，希尔维亚却笑着劝他去见见大少爷，甚至调侃他小时候最黏着莱昂。被戳中痛处的里克塞尔只能嘴硬反驳。临走前，老女仆意味深长地留下一句话：如果真的好奇，不妨亲自跟着莱昂去看看。里克塞尔虽然没有强行挽留，但心中对莱昂的怀疑已经拉满。与其在家里胡思乱想，不如亲自去现场确认真相。他抓起外套，直接推门而出。根据手下之前的汇报，莱昂最近一直待在米米尔森林。这片森林比想象中还要荒凉，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找不到。里克塞尔一边艰难前行，一边纳闷：采药这种粗活派手下来就行，莱昂为什么非要亲自遭罪？突然，前方传来一阵诡异的动静。里克塞尔警惕地拨开灌木丛，眼前的画面却让他瞬间傻眼。只见莱昂正蹲在地上，手里捧着一个热乎乎的黑色物体。眼看莱昂张大嘴巴就要咬下去，里克塞尔急忙掏出魔杖冲了上去，大喊着让哥哥赶紧住手，千万别吃地上的脏东西。里克塞尔的魔法瞬间出手，精准击落了那个黑色物体。可看清地上的东西后，两人都傻了眼。看着被轰得稀碎的烤红薯，莱昂整个人直接陷入崩溃，欲哭无泪地跪在地上。他愤怒地转头寻找罪魁祸首，却发现动手的人竟然是里克塞尔。原本只想暗中观察的弟弟瞬间尴尬，莱昂也是一头雾水，搞不懂弟弟大半夜发什么疯。莱昂第一反应是自己被监视了。里克塞尔尴尬地咳嗽一声，辩解说吃带泥的东西不卫生。莱昂听完满脸无语，解释红薯本来就是藏在泥里的，没想到
这位高贵的魔法天才居然连红薯这种作物都没见过。莱昂叹了口气，表示同情，直言没吃过红薯的人生不完整。既然来都来了，莱昂便招呼他坐下，自己转身再去挖几个红薯。临走前还给弟弟派了个任务，让他用火魔法帮忙生火。里克塞尔用魔法生好了火，乖乖坐在火堆旁等待。莱昂抱着刚挖的红薯走过来，二话不说直接扔进火堆。没见过世面的少爷吓了一跳，生怕红薯直接被烧成焦炭。莱昂笑着解释皮厚才耐烤，这样才能把里面烤得软糯香甜。两人静静地坐在火堆旁，看着温暖的火光在黑夜中跳动。里克塞尔盯着火苗有些出神，莱昂看着弟弟温和地笑了笑，偶尔做点平时不会做的事，其实也是一种难得的放松。里克塞尔若有所思地看着火堆，觉得偶尔停下来休息确实不错。没过多久，诱人的香味弥漫开来。莱昂把烤好的红薯递了过去，看着手里黑乎乎的奇怪食物，里克塞尔犹豫着咬了一小口，下一秒浓郁的甜香瞬间爆开，直接把这位贵族少爷给香迷糊了。莱昂得意地介绍，这是特产香蕉红薯。深夜的森林里冷风直吹，能吃上一口热乎乎的烤红薯，简直是无法言喻的人间美味。看着里克塞尔狼吞虎咽的样子，莱昂忍不住调侃他胃口真好，毕竟正是长身体的年纪。里克塞尔吃得正香，突然注意到地上那一堆红薯皮，整个人顿时愣在原地，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能吃了？看着有些尴尬的弟弟，莱昂笑着让他多吃一点，接着话锋一转，感谢他一直替自己为家族操劳。莱昂心里其实很清楚，生病的人固然痛苦，但身边照顾的人同样备受煎熬。听到哥哥这番体贴的话语，里克塞尔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应，心中只觉得五味杂陈。看着眼前的哥哥，里克塞尔终于忍不住吐露心声。他坦言自己其实有点嫉妒哥哥，因为哥哥拥有许多他没有的特质。但他很快又慌了神，急忙解释自己并非对现状不满，以后一定会更加努力证明自己。看着弟弟小心翼翼的模样，莱昂心中不由得一阵心疼。这个年纪的孩子本该任性一些，根本没必要把自己逼得这么紧。莱昂直接坐到里克塞尔身边，一把搂住弟弟的肩膀，温柔地告诉他已经做得足够好了。靠在哥哥宽厚的肩膀上，里克塞尔一直紧绷的心终于放松下来。他也想起了西尔维亚曾经说过的话，来找哥哥是件好事。回到房间的莱昂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发现自己已经攒了7万多先令，距离开启系统商店是越来越近了。之前为了帮西尔维亚制作药水，他整天在外面东奔西跑，好在等级也跟着提升了不少，这波倒也不算亏。不过一想到祖父被西尔维亚拒绝的事，莱昂就忍不住想笑。虽然那是长辈的私事，但确实挺让人意外的。现在和弟弟里克塞尔的关系缓和了，暂时不用担心被赶出家门。莱昂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直接躺在床上准备好好享受生活。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门外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推门进来的是一个陌生面孔，对方自我介绍叫埃尔维亚，是新来伺候他的女仆。可看着眼前这个面带微笑的女人，莱昂却觉得有些不对劲，一股强烈的违和感直接涌了上来。西尔维亚的突然退休绝对不简单，这背后肯定隐藏着什么秘密。不过在这个奇幻世界里，连矮人这种生物都有，多点奇怪的事倒也正常。莱昂客气地对埃尔维亚说，以后就拜托你了。埃尔维亚也恭敬地回应，有需要随时叫他。莱昂笑着向他道谢，还故意试探着说，多亏了他的到来，自己和弟弟里克塞尔的关系才更近了。这话一出，直接把埃尔维亚给整不会了。他一脸疑惑地表示听不懂。莱昂哈哈一笑，没有多解释，只说今天约了里克塞尔出门，有什么话等回来再聊，便直接推门离去。看着走几步就累得不行的莱昂，里克塞尔心里满是疑惑，明明每天都坚持爬山锻炼，怎么体力还是这么差？里克塞尔怀疑这可能是之前魔力暴走留下的后遗症。看着虚弱的哥哥，他知道不能再拖了，必须尽快带莱昂去找祭司检查。可问题是，法师和神殿的关系一直很僵，而且这事还不能让家族和神殿察觉，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见到祭司，简直难如登天。不过里克塞尔很快有了主意，神殿的教义一向鼓励志愿服务，只要以做义工的名义混进去，就能顺理成章地接触到祭司了。虽然这个办法需要花点时间，但也是目前最稳妥的选择。为了能顺利混进神殿，里克塞尔决定先带莱昂去买点伪装道具，毕竟他们两个贵族少爷走在街上实在是太扎眼了。莱昂本以为是要去服装店买衣服，没想到里克塞尔却一口否定，直接带他来到了一家神秘的魔法道具店。看着眼前这家隐蔽的店铺，莱昂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他在领地里转了这么久，居然从来不知道还有这种地方。里克塞尔在一旁解释道，这种地方只有知情人才能找得到。看着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莱昂却忍不住直翻白眼。什么能听得更清楚的耳环，还有能一次写3行字的罚抄钢笔，这怎么看都像是小孩子的玩具。面对哥哥的质疑，里克塞尔尴尬地咳嗽了一声，解释说自己上学时就经常光顾这里，这些道具虽然看着幼稚，但效果绝对靠谱。还没等两人多说，秃顶的店主就热情地迎了上来。他拍着胸脯吹嘘，除了生发药水，他们店里什么神奇道具都有。里克塞尔懒得听他推销，直接说明了来意，想要买一些伪装道具。店主一听，立刻来了精神，带着他们来到了专门的柜台前。店主热情地拉开帘子，把里克塞尔和莱昂带到了柜台前，开始展示各种奇奇怪怪的道具。柜台里摆着能让人变瘦的手链，还有能让人悄悄长高的增高鞋垫，不过这些都只是些低端货色，只能起到一点微调的作用。
店主一边介绍，一边又拉开了另一侧的帘子，神神秘秘地推荐起那些高端货，比如能直接改变发色的高级道具，虽然效果好，但价格自然也贵得多。里克塞尔和莱昂凑上前去，看着柜台里摆放的一件精致饰品，上面写着完美的替身，不仅能改变发色和同色，甚至连身上的纹身都能完美隐藏，而且效果能持续10个小时，这效果确实让人心动。两人当即决定买下它。买完东西后，店主热情地送他们出门，欢迎他们下次光临。从店里出来后，里克塞尔笑着问莱昂感觉怎么样。莱昂抱着刚买好的道具，觉得这地方确实挺有意思，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再来好好逛逛。里克塞尔翻了翻刚买的道具袋，发现里面居然还有赠品。他拿出来一瞧，居然是个大师级的修复工具包。这店主平时抠门的很，这次怎么突然大方起来了？不过这东西里克塞尔用不上，他顺手就送给了哥哥莱昂。莱昂也是没想到自己还能白捡个便宜。收好东西后，两人准备开始办正事。他们特意找了个没人的偏僻小巷，拿出了刚买的伪装道具。随着一阵魔法光芒闪过，两人的外貌彻底变了样。看着这毫无破绽的新面孔，莱昂忍不住赞叹：这伪装效果简直绝了！伪装完成之后，两人立刻动身出发。只是走着走着，莱昂发现方向好像不太对，他有些纳闷地问里克塞尔：“不是说要去当志愿者吗？怎么跑到磨坊来了？”里克塞尔解释说，面粉也是捐赠物资之一，他只是顺路过来看看，顺便尝尝这里用新鲜面粉烤的特色面包。听上去倒也合理，但实际上里克塞尔心里另有打算。他这次来其实是专门为了见一个人。磨坊主尼古拉斯一看到他们，立刻热情地迎了出来。这个看似普通的磨坊主，不仅是领地里出了名的虔诚大户，背后的人脉更是深不可测。里克塞尔这次特意来找磨坊主尼古拉斯，其实是想通过他搭上神殿的线，只要能和这位人脉极广的磨坊主搞好关系，说不定就能顺理成章递件到神殿的祭祀。尼古拉斯对这次的小麦质量赞不绝口，直言很久没见过这么好的货色了。不过他心里也有些纳闷，里克塞尔一下子要这么多面粉，到底是打算干什么用？里克塞尔早就想好了说辞，解释说自己之前看到有孩子在挨饿，所以动了恻隐之心，打算把这些面粉全部捐出去做慈善。尼古拉斯听完肃然起敬，顺口问他打算把物资捐到哪里。里克塞尔顺水推舟，表示自己还没想好，反问尼古拉斯有没有什么好推荐。里克塞尔在心里疯狂祈祷对方提起神殿，果不其然，尼古拉斯想了想，提议可以捐给神殿管辖的孤儿院。这一下可算是彻底正中里克塞尔的下怀。里克塞尔顺着话头打听起孤儿院的情况，尼古拉斯叹了口气解释道，虽然那里只有30个孩子，但因为这里是阿斯特里领地，魔法至上的观念导致神殿根本募捐不到钱，孤儿院的日子现在是越过越紧巴巴。看着眼前这两个气质不凡的年轻人，尼古拉斯心里暗暗猜测他们的身份，而里克塞尔则在心里盘算着，如果能帮孤儿院解决这个大麻烦，那和神殿搭上线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不过光是捐赠面粉，孩子们拿到手也没法立刻吃上。就在这时，莱昂突然想到了一个更好的主意，他提议直接在磨坊把面粉烤成面包送过去，这样孩子们一拿到就能填饱肚子。磨坊主尼古拉斯听完，立刻拍手赞成，只夸这个主意太贴心。一旁的里克塞尔有些自愧不如，他只想着怎么混进神殿，却忽略了孩子们最实际的需求。既然大家都赞同，莱昂立刻挽起袖子，准备在这间磨坊里大干一场。面包工坊正式开工，莱昂仔细检查了食材，发现不仅面粉管够，连橄榄油都是2星的高级货。尼古拉斯决定亲自演示制作最受欢迎的白面包。只见他熟练地混合面粉，加入盐酵母和牛奶，揉成面团后放入盆中发酵。等面团膨胀起来，他用力按压排出气泡，最后撒上一把葵花籽。这行云流水的操作让人叹为观止。里克塞尔动作很快，没一会儿就揉好了面团，这对他来说比学魔法简单多了。尼古拉斯转头催促莱昂，而此时的莱昂满脸面粉，还在手忙脚乱的忙活。尼古拉斯见状，决定先烤里克塞尔的面团。随着烤炉里火光闪烁，面包逐渐变得金黄。可当面包被拿出来时，在场所有人瞬间傻眼，这哪里是美味的面包，分明就是一堆黑乎乎的焦炭。看着那一堆黑炭，尼古拉斯连忙出声安慰，毕竟第一次动手能做成这样已经不错。就在这时，烤炉里飘出一股诱人的香气，莱昂的面包也烤好了。当莱昂打开烤炉的瞬间，里面竟然爆发出一道耀眼金光，直接把所有人晃得睁不开眼。光芒散去后，一个完美的面包呈现在眼前，系统甚至弹出提示，这是品质极高的1星全麦面包。莱昂的烹饪熟练度也随之升级。尼古拉斯整个人都看傻了，急忙追问他是怎么做到的。莱昂却显得十分平静，直言自己只是多用了1点心。莱昂笑着解释，自己只是想让面包更好看，所以才在上面划了几道。尼古拉斯听完大受感动，他本以为这2个贵族少爷只是来体验生活的，没想到他们是真心为孩子们着想。他急忙脱下围裙，拜托2人帮忙照看烤炉，自己则急匆匆地跑出去。里克塞尔在一旁安慰哥哥，既然人已经走了，那他们就继续烤面包。看着哥哥烤出的完美面包，里克塞尔也彻底燃起了斗志。2人继续在厨房里忙活，莱昂的烘焙进度不断上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动静，尼古拉斯急匆匆地赶了回来，身后居然还跟着一大群村民。女人笑着在一旁解释，大家听说他们要给孤儿院做面包，都深受感动，纷纷带食材来帮忙。人群中，莉亚一眼认出了伪装的莱昂，刚想开口打招呼，
莱昂赶紧比了个手势，示意保密。莉亚这才反应过来，连忙慌张地扯开话题。大家纷纷拿出家里的好东西，面粉、牛奶和香肠堆得像小山一样，甚至还有个大姐独自背来了几袋沉重的土豆。这惊人的力气把大家都看傻了。莱昂在一旁小声嘀咕：“这位大姐以前怕不是徒手打熊的。”看着眼前这满满当当的物资，莱昂心里感到一阵温暖。看来只要真心付出，就一定能换来大家的热情。看着大家热火朝天地帮忙，里克塞尔心里有些惭愧。他之前只想着利用别人接近祭司，而哥哥却是真心实意在帮人。看着与村民打成一片的莱昂，里克塞尔更加确信哥哥将来一定能成就大事业。几个小时后，他们带着面包和物资来到孤儿院。修女看到这么多东西，感动得直掉眼泪，连声向两位少爷道谢。闻到新鲜面包的香味，孩子们也兴奋地围了过来，一个个馋得直流口水。修女赶紧招呼孩子们向少爷问好，并请求两人帮忙分发面包。里克塞尔一口答应下来，兄弟俩耐心地把面包分给孩子，看着那一张张开心的笑脸，心里也暖洋洋的。就在这时，旁边突然传来一声异响，一个黑发小男孩捂着咕噜直叫的肚子，警惕地看了他们一眼后转身跑开。莱昂有些好奇地向修女打听，修女叹了口气解释说他叫彼得，这孩子还小，不懂得接受别人的好意。看着那个跑开的方向，莱昂沉默不语。修女在一旁有些抱歉地解释，希望他们不要介意彼得的举动。盯着那个叫彼得的黑发男孩，莱昂默默念着这个名字。眼看面包分得差不多了，修女注意到莱昂提着篮子要走，便好奇地问他要去哪里。莱昂微微一笑回答道：“彼得还没分到面包呢。”修女听完无奈地叹了口气，解释说这孩子其实非常可怜，因为性格太内向怕生，居然被领养家庭退回来了3次。从那以后，彼得就极度抗拒外人，不管是食物还是物资，他通通不要。看着独自坐在树下的彼得，莱昂提着篮子径直走了过去。这孩子瘦弱的让人心疼，让莱昂心里很不是滋味。莱昂走到树下，轻声唤着彼得，顺势在彼得身边坐了下来。他拿出特意留下的热面包，试图用食物拉近两人的距离。可彼得根本不领情，只是把头埋得更深，一言不发。见这招不管用，莱昂故意拿着面包在旁边晃悠，夸张地形容这面包有多香多热乎。结果彼得的肚子很不争气地叫了，气氛瞬间变得无比尴尬。彼得直接把头缩得更紧，看着明明饿坏却依然抗拒的彼得，莱昂收起了开玩笑的心思。他知道这孩子的防线太深，现在逼他也没用，只能先给他时间。傍晚时分，志愿者和大家打完招呼，便准备动身回去了。此时，在树下睡着的彼得也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发现周围安静下来，彼得松了口气，觉得那些送物资的伪善者终于走了。在他眼里，这些人只是为了满足虚荣，以后根本不会再来，只会添麻烦。结果他这抱怨还没念叨完，耳边突然传来一个声音问他醒了没。彼得转头一看，直接吓得叫出声。他怎么也没想到莱昂居然还一直守在自己身边。看着被吓坏的彼得，莱昂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解释说看他睡得太香没赊得叫醒。接着莱昂又笑着问他肚子饿不饿，毕竟自己已经饿得不行了。他顺势把面包递了过去，笑着问他要不要吃点。可彼得还是那副倔脾气，冷哼一声，直接把头扭到一边。见他态度这么坚决，莱昂叹了口气，问他是不是真的不打算吃。得到默认后，莱昂也没再勉强，只是自顾自地把面包掰开，当着彼得的面直接大口咬了下去。这操作把彼得都看傻了，忍不住质问莱昂在干什么。莱昂道是一脸里所当然，说既然你不吃扔掉多浪费，自己就顺便全解决了。看着莱昂吃得津津有味，彼得的肚子又很不争气地叫了起来。这下彼得彻底绷不住了，急得大喊着说自己要吃，一把将面包抢了过去。急了的彼得顾不上那么多，直接大口咬了下去。这一口下去，他整个人都愣住了，这面包简直太好吃了。看着彼得狼吞虎咽的样子，莱昂又笑着递过去一块，说这本来是留给自己吃的那份，现在也送给他了。彼得看着递过来的面包，心里却泛起了嘀咕，这明明只是最普通的面包，为什么会这么好吃？但很快彼得的警惕心又提了起来，在他的记忆里，那些无缘无故对他好的人，往往都只是在作秀，背后都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又想起了那些痛苦的过去，因为没把领养家庭当成真正的父母，他就这样被一次次抛弃。在他眼里，所有的大人都是骗子，根本不值得信任。就在这时，莱昂突然开口问他，知不知道大人们心情不好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不吃饭。莱昂温柔地看着他说，彼得虽然心情不好，但还是乖乖把饭吃了，这真的很棒。他笑着说自己做面包的时候就希望吃他的人能开开心心的，现在看到彼得吃得这么香，他真的很欣慰。这番话直接击中了彼得的软肋，眼泪一下子就止不住了。看着突然大哭起来的彼得，莱昂也有些慌了神，赶紧问他怎么了。彼得一边抹眼泪一边嘴硬，大喊着说只是因为面包太好吃，自己才不是因为感动才哭的。看着这个口是心非的孩子，莱昂温柔地笑了笑，没有拆穿他。看着眼前这个温柔的大哥哥，彼得终于放下了所有的防备，小声地说了句谢谢。莱昂温柔地笑了笑，说下次还会做面包带给他，甚至还伸出手指要和彼得拉钩。看着莱昂伸过来的手，彼得有些不敢相信，毕竟在他以前的经历里，大人们的承诺从来没有兑现过。莱昂笑着告诉他，自己可从来没有食言过，只要记住这一点就行了。看着莱昂认真的样子，彼得彻底愣住了，这一次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去相信？拉钩约定好之后，彼得小声嘀咕着说，下次自己要吃2个面包。莱昂笑着摸了摸他的头，调侃说吃3个都行，看他这胃口，
下次的多做点才够。看着彼得脸上难得露出的笑容，一旁的修女心里五味杂陈。她忍不住开始反思，以前总是以忙碌为借口忽略了孩子，如果能像莱昂这样付出真心，孩子们也许早就敞开心扉了。在她眼里，像莱昂这样温柔真诚的人，才真正配得上神的祝福。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在孩子们依依不舍的告别声中，这温馨的一天终于画上了句号。就在两人准备离开的时候，修女突然急匆匆地叫住了他们，有些不好意思地请求，能不能请他们再多留一会儿？原来今天正好有祭司要来孤儿院，修女觉得他们做了这么大的善事，应该留下来接受祭司的祝福再走。听到这个消息，里克塞尔心里简直乐开了花，这不正是他们一直想找的机会吗？他立刻礼貌地答应下来，表示既然是修女的一番好意，那他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随着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修女口中的那位祭司终于要现身了。为了安全起见，里克塞尔提议推迟与祭司的会面，他担心神殿的人会对莱昂不利。没想到莱昂答应得异常爽快，借口府邸有事要回去烤面包，说完便直接转身告辞离开。这反应让里克塞尔有些意外，不过只要莱昂能避开危险就好。其实里克塞尔打算独自会见祭司，试探神殿对阿斯特里家族的态度，毕竟莱昂现在急需神圣祈祷，绝对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就在这时，会客室的大门被缓缓推开，神秘的祭司终于现身了。神殿大祭司利希特主动现身，并向里克塞尔送上神明祝福。听到对方称呼自己为无名施主，里克塞尔虽然有些意外，但还是顺势承认了匿名赞助的事。看着眼前这位年轻的祭司，里克塞尔心中暗自警惕。神殿的高阶祭司极少在外走动，利希特能亲自前来，身份绝对非同一般。利希特代表神殿表达谢意，里克塞尔则表现得十分谦虚，声称这都是大家的功劳，而且真正出力的是自己的哥哥。利希特听闻，有些好奇地询问，是不是那个因为身体不适刚刚提前离开的哥哥？里克塞尔点头承认了此事。他向利希特坦白，哥哥从小便体弱多病，如今更是重病缠身。他甚至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来做志愿者并非出于善意，而是想借此引起祭司的注意，希望能得到神殿的救治。面对这番坦白，利希特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温和地出言安慰，感叹善良之人遭受折磨实在不幸。接着利希特话锋一转，透露自己其实是避开了神殿眼线，偷偷来到这里的。这话让里克塞尔心中一惊，看着眼前捉摸不透的祭司，他开始担心对方会拒绝请求。就在气氛紧张时，利希特主动提出了一个要求，让里克塞尔在3天后的清晨带着哥哥来这里与他见面。深夜里，里克塞尔急匆匆地推开房门，看到莱昂还没入睡，顿时焦急地责备起来，怪他身体不好还要熬夜。莱昂有些无奈地解释，自己只是有些失眠，随即询问发生了什么急事。里克塞尔带来了一个惊人消息，大祭司主动提出要亲自帮莱昂调理身体，以此来报答之前欠下的人情。听到这个消息，莱昂直接愣在了原地，看着自己手中流转的充沛魔力，他心中感到无比无奈。其实自从他重新获得魔力之后，体内的冲突早已彻底解决，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慢性病。最近因为四处奔波，身体甚至比以前还要强壮。纠结了许久，莱昂最终还是答应了这次会面。不过对方约定的时间非常奇怪，竟然定在3天后的黎明时分。3天后，他们如约来到神殿下属的孤儿院，看着桌上摆放的高级圣水，莱昂在心中暗自感叹，这位年轻祭司确实有些真本事。在里克塞尔的提醒下，莱昂主动上前与利希特打招呼。利希特表现得十分谦逊有礼，微笑着邀请两人坐下来。众人落座之后，莱昂有些好奇地询问，为何要将见面时间定在黎明？利希特微微一笑，透露自己前几天做了一个关于他们的梦。听到这个回答，莱昂和里克塞尔都有些意外。利希特接着解释道，对于拥有强大神圣力量的祭司，这种梦境往往是神明的预言。莱昂忍不住追问，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梦境？利希特笑着回答，梦里孩子们在田野中安详入睡，而你们兄弟俩就守在旁边。虽然梦中长相与现在有些出入，但他确定就是他们兄弟2人。因为梦境实在太过美好，所以他一直渴望能见上一面。但实际上利希特内心却在暗自盘算，他一眼看出这2人身份不凡，不仅实力强横，举手投足间更是透着贵气，极有可能是阿斯特里家族的人。利希特甚至怀疑他们主动接近神殿，是不是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不过这一切只要等会儿开始治疗就能见分晓。收起心思后，利希特微笑询问，现在是否可以开始为莱昂治疗？里克塞尔听完主动站起身来，表示自己先去门外回避，将莱昂暂时托付给了祭司。随着房门缓缓关上，莱昂深吸了一口气，拜托利希特开始进行治疗。利希特也没有耽搁，抬手释放出绿色的神圣力量，瞬间将莱昂整个人笼罩在光芒中。可没过多久，利希特就发现了不对劲，祝福之力明明已经顺利注入，为何莱昂的身体毫无反应？自己的神圣力量绝对不弱，难道是刚才出现了失误？为了弄清缘由，利希特再次加大力量，试图强行突破探查。结果这一试，莱昂身上突然出现奇异的变化，仿佛有股无形力量在吞噬神圣之力。看到这一幕，利希特整个人瞬间傻眼。可偏偏在这个时候，莱昂还一脸轻松地微笑着，声称自己感觉身体好多了。看着源源不断注入的力量，莱昂主动开口叫停，表示这些祝福已经足够了。
这让利希特有些措手不及，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在全力祝福下身体却毫无起色，只可能有3种原因：要么是对方实力太强产生排斥，要么是身体本来就极度健康，而最后一种可能则是这个人天生短命。就在利希特惊疑不定时，莱昂却微笑着向他道歉，甚至承诺以后可以帮他一个忙。听到这句话，利希特再也按捺不住情绪，突然一把死死抓住了莱昂的手。利希特情绪异常激动，紧紧抓着莱昂的手不放，叮嘱他以后若有不适，一定要来神殿寻找自己，甚至保证一定会全力相助。这突如其来的热情把莱昂整得有些发懵，只能愣愣地答应下来。就在这时，在外面回避的里克塞尔推门进来，礼貌地向利希特道谢，随后便带着莱昂告辞离开。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利希特在心中默默为他们祈祷。回去的路上，莱昂觉得这次清晨出行收获颇丰，他兴奋地与里克塞尔分享，直言祭司的祝福能力太神奇，做了一整碗面包的酸痛感全消退了。不过莱昂很快注意到里克塞尔的黑眼圈重得吓人，便关心地询问他是否太过劳累。里克塞尔只是勉强笑了笑，声称自己并无大碍。随后里克塞尔便告辞离开，准备去进行清晨的魔力训练。看着里克塞尔疲惫的背影，莱昂无奈地叹了口气，心疼他熬了整夜还要继续拼命。这时女仆埃尔维亚走了过来，提到继承人的训练日程本就繁重，里克塞尔最近更是忙得不可开交。莱昂也十分担心里克塞尔的身体，埃尔维亚便顺势建议，既然莱昂之后要为成年礼去见家主，不如顺便向家主提及此事，而且家主最近似乎也因为各种琐事烦透了心。这话一出，莱昂顿时开窍了，觉得这个主意简直太妙了。埃尔维亚又出了个主意，既然要去拜见家主，不如带一些甜食过去。说干就干，莱昂立刻在厨房里忙活起来。他一边揉着面团，一边感谢女仆出了个好主意。不过莱昂这一开口，却把女仆的名字叫成了希尔维亚。埃尔维亚一脸无奈地纠正他，并告诉他家主其实不喜欢甜食，但只要是莱昂亲手做的，家主肯定都会吃下去。听到这话，莱昂心里更有底了，他伸手拿起了旁边的一块红薯。埃尔维亚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忍不住问他是不是要加进饼干里。得到肯定回答后，埃尔维亚彻底无奈，这种奇怪的搭配真的能好吃吗？为了让祖父吃得健康，莱昂决定用红薯的天然甜味代替糖。他用模具把面团压成小动物形状，直接送进了烤箱。没过多久，热腾腾的饼干出炉了。奇怪的是，这饼干居然自带系统面板，还附带了消除疲劳的药水属性。做个点心，怎么还做出增益属性了？连莱昂自己都有些蒙圈。旁边的埃尔维亚更是佩服的不行，直夸莱昂是个天才，并让他尝尝味道。莱昂拿起一块饼干尝了尝，味道居然出奇的好，甚至比他前世吃过的还要美味。系统提示音也适时响了起来，不仅烹饪熟练度提升，还顺便解锁了新的食谱。看着莱昂满意的样子，埃尔维亚也松了一口气。莱昂十分感激埃尔维亚的帮忙，主动提出剩下的分装由他来做，让埃尔维亚先回去休息。埃尔维亚有些意外，点心都做好了，怎么还不休息？莱昂微微一笑，说自己其实还有别的东西想做，这大半夜的他到底想折腾什么？等埃尔维亚离开后，莱昂终于能放开手脚了。他立刻换出系统面板，发现烹饪等级提升后解锁了新食谱。既然饼干搭配饮料效果会翻倍，那他干脆再做一杯配套饮品。经过挑选，他锁定了一个特殊配方，这东西能提升魔力训练的效率，正好适合送给里克塞尔和祖父。虽然配方里的材料看起来有些眼熟，但莱昂也没多想，只要效果好就行。看着桌上新鲜的水果，莱昂立刻开始动手制作。莱昂先将柠檬和橙子切片，用小火慢炖低级生命药水，等水果的香气完全融入后，再过滤并滴入迷迭香精油。这杯特制饮品总算大功告成，这不就是他前世喝过的热红酒吗？他忍不住尝了一口，味道果然没有让人失望。既然饮料和饼干都已做好，莱昂便打算将它们组合在一起，没想到直接触发了系统隐藏机制，成功创造出了全新的特制套餐。这套强强联手的点心到底能发挥出多么惊人的效果？莱昂不仅做好了点心，还顺便达成了系统成就，拿到奖励。他端着做好的点心和饮料，打算直接去见祖父帕特里克。来到书房门口，莱昂轻轻敲门，帕特里克正坐在书桌前，看到莱昂自己端着托盘进来，顿时有些不高兴地责备仆人，怎么连这点小事都不帮少爷做？莱昂赶紧笑着解释，这是自己特意亲手做的，所以想亲自送过来给祖父品尝。听到这话，帕特里克有些不敢相信，这居然是莱昂亲手做出来的。莱昂微笑着解释，自己只是想用这种方式向祖父展示一下最近的成果。帕特里克虽然有些将信将疑，但还是拿起一块小熊饼干咬了一口。这一口下去，帕特里克整个人愣住了。饼干入口即化，红薯清香伴随魔力波动在口中散开，这味道简直超出了他的想象。就在这时，系统面板弹出提示，莱昂的烹饪熟练度直接升到4级。原来只有让人真心享受的食物，才能获得额外的经验值。看着暴涨的经验，莱昂心里有了底，看来祖父对这份礼物相当满意。帕特里克直接切入正题，让莱昂说，他一眼就看出这小子有事相求。莱昂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提到自己的成年礼即将重新举办，希望祖父能让里克塞尔好好休息。听到这个请求，帕特里克有些意外。莱昂解释说，成年礼需要全家参与，但里克塞尔最近的训练强度太大了，他希望典礼那天大家都能开心参加。帕特里克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没想到莱昂会这么为弟弟着想，心里顿时充满了欣慰。
原本还担心兄弟俩会争夺家主之位，没想到两人的感情居然这么好。看着眼前懂事的孙子，帕特里克心里别提多骄傲了。帕特里克爽快地答应了请求，同意让里克塞尔自己安排训练时间。莱昂顿时松了一口气，向祖父道谢。可是帕特里克却觉得不对劲，追问他难道就没有别的要求了吗？莱昂想了半天，最后摇了摇头，表示自己真的什么都不需要。听到这个回答，帕特里克开始犯嘀咕，在帝国里成年里是炫耀财富的机会，这小子居然说自己什么都不要。帕特里克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他突然一拍大腿，觉得自己领悟到了孙子的深意。这小子嘴上说不要，其实是想要一份低调奢华的超级大礼。看着祖父的脸色突然变得无比凝重，莱昂心里直发毛，赶紧溜之大吉。看着莱昂离开的背影，帕特里克陷入了沉思，到底要准备什么样的大礼才能配得上他的宝贝孙子？此时的里克塞尔正埋头在文件堆里，整个人被折腾得精疲力竭。突然房门被猛地推开，莱昂大喊着弟弟直接闯了进来，把里克塞尔下的文件一地。看着满屋子乱飞的纸张，莱昂忍不住笑出声来，调侃弟弟是不是住在垃圾堆里。里克塞尔有些不好意思，赶紧转移话题，问他怎么来了。莱昂笑着递上托盘，说猜到弟弟工作辛苦，特意送来自己亲手做的点心。里克塞尔拿起一块兔子饼干塞进嘴里，下一秒他整个人都惊呆了，直呼这味道简直太绝了。莱昂在旁边得意地笑了笑，接着他切入正题，劝弟弟在成年礼前好好放松一下。原来莱昂看弟弟最近太累，特意去向祖父求了情。里克塞尔心里暖洋洋的，笑着解释自己累并不是因为功课，而是因为在操办莱昂的成年礼。这下轮到莱昂尴尬了，原来弟弟是为了自己的事才累成这样。里克塞尔解释说，家族的成年礼上有一个书库迷宫仪式，能引导人获得最需要的魔法，只要走到尽头就能带走一件宝贝。莱昂以为弟弟是担心自己没有魔力，笑着安慰说这只是个形式。没想到里克塞尔却叹了口气，说自己根本不是在愁这个，而是因为礼服的事情。里克塞尔一脸无奈地问他有没有见过祖父准备的礼服。莱昂摇了摇头，表示没见过。里克塞尔猛地拍出一张设计图，莱昂凑过去一看，整个人直接傻眼。祖父虽然实力强大，但审美水平基本为零。看着设计图上红绿相间，还配着高跟鞋的奇葩礼服，兄弟俩的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这要是穿出去，家族的脸就丢光了。里克塞尔解释说，以前都是女管家西尔维亚拼死拦着，才没让祖父的奇葩审美得逞。为了挽救家族形象，他们决定自己找人定制礼服。莱昂微笑着向莉亚打招呼，孩子们一看到他，立刻兴奋地围了上来。莱昂大方地拿出点心分给他们。莉亚有些好奇地问他今天怎么有空过来。莱昂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说自己其实是有事相求，他想打听之前在孤儿院帮忙的裁缝，那位裁缝能用碎布快速做出新衣，绝对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莉亚虽然答应引荐，脸上却露出了有些为难的表情。难道这位裁缝有什么怪脾气吗？莉亚叹了口气，说等他到了地方自然就明白了。顺着莉亚给的地址，莱昂一路找到了目的地，可眼前的景象却让他有些傻眼。这地方荒凉的像个废墟，招牌上写着安德里精品店，摇摇欲坠，差点砸到他头上。莱昂推门走了进去，屋里光线昏暗，摆满了人台，显得有些阴森恐怖。他试探着问了一句有人在吗？黑暗中突然走出一个身影，低沉的念叨着有客人来了。还没等莱昂反应过来，对方突然无比热情地扑了过来。安德里仔细打量着莱昂，认出他就是之前在孤儿院见过的人。莱昂大方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解释说自己是阿斯特里家族的长孙，这次来是想找一位手艺高超的裁缝。安德里倒是一点也不介意，反而有些好奇，像他这样的贵族少爷怎么会大老远跑到这种破旧的小店来。莱昂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说自己正在寻找一位手艺高超的裁缝。听到这话，安德里整个人都愣住了。像阿斯特里这样名声显赫的大家族，怎么会看得上他这种小角色？不过安德里还是赶紧把人往里请，提议坐下来慢慢聊。一进到店里，莱昂立刻被柜台上摆满的奖杯和证书吸引了。看来这位裁缝的来头比他想象的还要大呀。安德里有些不好意思，赶紧招呼莱昂坐下，并去泡茶。莱昂大方的拿出自己做的饼干分享。安德里有些不敢相信，这位贵族少爷居然还会做点心。他好奇的拿起一块尝了尝，下一秒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这惊艳的口感彻底颠覆了他对贵族少爷的认知，这味道就像高贵的王子爱上了平凡的农家女，清新又让人心动。安德里整个人都飘了，直呼这根本不是普通的美味，这简直就是艺术。看着安德里夸张的反应，莱昂总算松了一口气。安德里在心里重新评估眼前的少年，传闻中他是个被家族放弃的废柴，可现在看来绝对是个深藏不露的狠角色。没一会儿，饼干就被一扫而空。安德里恭敬地向莱昂道谢。安德里直言，既然莱昂这么有诚意，他也不打算有任何隐瞒。他主动询问莱昂是不是想定制衣服，莱昂大方地承认了。安德里对自己的手艺非常自信，但他却叹了口气，面露担忧。因为他是贵族家的私生子，如果让其他贵族知道衣服是他做的，莱昂可能会在聚会上被大家嘲笑。听到这个秘密，莱昂顿时明白了过来，那些自命不凡的特权阶级确实最喜欢拿出身来踩低别人。安德里提议，如果一定要找他做衣服，最好对外宣称是无名新人的作品。莱昂却打断了他，提出想先看看他做的衣服。安德里有些为南迪拉开帘子，说只剩下一些卖给邻居的粗布衣裳。可当莱昂看过去时，整个人都呆住了。他的眼前弹出了系统面板，上面全是带有星级属性的极品装备，这哪里是普通的粗布衣裳，这简直就是满天繁星般的宝藏。
莱昂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用最普通的粗布面料，居然能做出2星品质的装备，这说明安德里的手艺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要是能提供顶级面料，做出来的成品简直不敢想象。莱昂当即拍板决定，这次的成年礼服必须由安德里亲手制作。安德里一听，整个人都懵了，他担心自己的私生子身份会连累莱昂在宴会上丢脸。但莱昂根本不在乎流言蜚语，他有十足的把握能堵住那些贵族的嘴。莱昂直接开出条件，在成年礼之前做出3套礼服，现在就看安德里敢不敢接下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莱昂直接把话挑明，所有的责任都由他来承担，用顶级的面料做衣服，还不用担心任何外界干扰，这对于任何一个裁缝来说都是无法拒绝的诱惑。安德里终于下定决心，激动的大喊：“只要少爷下令，他随时听候差遣。”莱昂笑着表示，这真是个明智的选择。安德里立刻进入工作状态，拿起羽毛笔，兴奋地询问想要什么样风格的衣服。莱昂开始提出要求，衣服既要整洁又要带点华丽，既要有统一感又要展现不同气质，而且不能太老气，也不能太幼稚。安德里听得整个人都懵了，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既要五彩斑斓的黑，又要流光溢彩来吗？不过安德里很快反应过来，难道连家主大人也会穿他亲手做的衣服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再次向莱昂紧张的确认，毕竟他可是那些贵族老爷们最讨厌的裁缝。莱昂却一脸平静的反问，那些贵族喜不喜欢你，跟我们家族有什么关系？安德里顿时哑口无言，谁敢对能与皇室抗衡的阿斯特里家族指手画脚呢？想到这里，安德里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激动的大喊，自己一定会竭尽全力做出最完美的衣服。安德里兴奋地询问莱昂，是不是已经有了心仪的面料？莱昂大方地拿出厚厚的画册，把家族一直保存的面料图鉴带了过来。安德里看着手里的图鉴，激动得浑身直哆嗦，这可是裁缝界传说中的圣物，能亲眼看上一眼，他觉得这辈子都值了。在得到莱昂的允许后，安德里小心翼翼地翻开图鉴，这一看，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里面记录的全都是传说中的顶级面料，不管是精灵之初的精灵之发，还是魔法师制作的妖精之血，在这里居然全都有。看着安德里两眼放光的样子，莱昂笑着问他有没有相中的。安德里激动的大喊，这里面的每一样他都想要。可就在他疯狂翻页的时候，动作却突然停了下来。安德里盯着其中一页，整个人直接愣在了原地。安德里指着图鉴上的面料说，以前有一位年轻小姐经常用它，这种面料在市面上根本找不到，只要是他摸过的面料，他就绝对不会记错。可惜图鉴上没有写明来历。莱昂凑过去仔细一瞧，系统面板立刻弹了出来，上面写着这面料叫大魔法师的慈爱，是专门为女儿制作的防护面料。莱昂一下子反应过来，这难道是祖父自己做的？既然是全家人要穿的礼服，那用这种面料再合适不过了。莱昂当即拍板决定，就用它来做衣服。安德里兴奋地答应下来，准备开始测量尺寸。就在两人准备开工的时候，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外面就传来了指挥搬运的喊声。这巨大的动静直接把屋里的两人给整懵了。等他们推开门一看，外面的空地上停满了马车，几十个工人正忙着往里抬箱子。里克塞尔微笑着走上前解释，听说哥哥找到了心仪的裁缝，为了这场成年礼，他特意把最顶级的工具和材料都送了过来。看着送来的这一堆顶级，安德里兴奋的直哆嗦，大喊着要把设计全部推倒重来。回到工房后，安德里干劲满满的向莱昂保证，自己绝对会拼尽全力打造出一件完美的杰作。莱昂笑着让他放轻松，接着又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问安德里能不能顺便教自己缝纫。这话一出，旁边的里克塞尔和安德里都懵了，安德里更是吓得连连摆手，直言新手学缝纫太容易受伤，要是把金贵的少爷扎伤，那麻烦可就大了。不过莱昂却是一脸轻松，笑着表示自己完全不在意。莱昂笑着解释，自己并不是想马上做出高难度东西，只是想先简单尝试一下。安德里有些疑惑，忍不住追问少爷为什么要学这个。莱昂一脸真诚的回答，刚才聊天时他能感受到安德里对工作的热情，既然安德里倾注了这么多心血，如果自己完全看不懂门道，那就太遗憾了，所以他想先从最基础的技术学起，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创作者的用心。这话一出，安德里感动得一塌糊涂，没想到贵族少爷居然这么懂他。安德里激动的大喊，每一个针脚和版型确实都凝聚着裁缝的心血。接着他神色变得无比庄重，郑重承诺自己绝对会毫无保留把所有的技术都传授给莱。不过在正式开始之前，安德里提议还是得先去给小少爷量一下尺寸，并大方的让莱昂在店里随便参观。莱昂笑着向他道谢，趁着安德里去忙活的空档，莱昂在店里转悠起来，看着那些陈列的衣服，他忍不住在心里感叹，不管看多少次，这些衣服的品质依然让人惊叹。看着桌上粗糙的布料，莱昂忍不住有些纳闷，安德里到底是怎么用这种差劲料子做出那么精致的衣服？他好奇地拿起衣服仔细研究，这才发现里面的拼接手法非常巧妙。莱昂琢磨着要不要自己动手试试，不过考虑到自己是个零基础新手，他决定还是先从最基础的手缝练起。就在这时，莱昂突然想起自己有一件宝贝，那是他之前在魔法商店得到的赠品，一套大师级的修复工具。既然有这么好的工具，现在不用更待何时？可当他打开盒子，拿起缝衣针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根针在魔法作用下直接焕然新，甚至还能自动穿针引线，这可把莱昂给惊呆了。看着这根会自动穿针引线的神针，莱昂决定立刻动手试试。本以为缝纫是个细活，干起来
会让人心烦意乱，没想到一上手，莱昂反而觉得整个人都平静下来，甚至还觉得挺有意思。随着注意力越来越集中，他手上的动作也越来越顺溜，针脚也变得整整齐齐。就在这时，布料上竟然凭空出现一条蓝色虚线，这难道也是魔法工具自带的辅助功能？有了这条引导线，对新手来说简直就是开了外挂。莱昂越缝越顺手，直呼这可比想象中简单多了。看着系统面板上不断飙升的完成，莱昂看着自己刚缝好的衣服，感觉效果还挺不错。就在这时，里克塞尔推门走了进来，说自己刚才看哥哥太专注，所以没敢出声打扰。安德里凑过来一瞧，整个人直接看傻了。他捧着衣服仔细研究，虽然针脚还有些歪歪扭扭，但对于一个新手来说，这技术简直不可思议。这一针一线瞬间点醒了安德里，他大喊着自己差点忘了本，高级定制的灵魂本来就应该在手上。他整个人燃了起来，抓起羽毛笔开始疯狂修改设计图，要把细节改得更加优雅。看着安德里又一次沉浸在创作中，莱昂有些无奈的笑了笑，提议他们今天就先回去。里克塞尔却突然想起了什么，提醒莱昂，今天晚上他可是和祖父约好了要一起吃晚饭。在帝国公爵府安静的书房里，帕特里克正忙着处理繁重的公务。这时管家推门进来，向他低声汇报，几位少爷们此刻已经到了餐厅候着。帕特里克这才放下手里的笔，起身过去。去餐厅的路上，管家有些好奇地询问：“老爷今天怎么有兴致和孙子们共进晚餐？”帕特里克叹了口气，有些无奈地表示，自己也想偶尔享受一下难得的天伦之乐。更重要的是，他如此拼命的工作，全都是为了能护住这几个年幼的孙子。毕竟他现在几乎是在替皇帝处理政务。提到皇室，帕特里克就气不打一处来，痛骂那些皇室成员全是一群无赖。明明与恶魔的战争已经结束了50年，却还在无情地压榨他这个老骨头。帕特里克叹了口气，有些伤感地表示，自己不知道还能在这个世界上活多久，现在只想多抽空陪陪这几个孩子。管家听了，哭笑不得的在一旁提醒他，八阶魔法师的寿命可是与精灵一样长。老爷子尴尬的咳嗽2声，赶紧转移话题。随着沉重的大门被仆人缓缓推开，帕特里克迈着稳健的步伐走进餐厅，看着围坐在餐桌旁的2个孙子，他只想守着女儿留下的宝贝安稳度日。但想要过上这种平静的太平日子，就必须死死守住一个至关重要的秘密，那就是绝对不能让任何外人发现莱昂身上隐藏着的那些惊人情。看折满桌极其丰盛的美味菜肴，莱昂忍不住在一旁小声嘀咕起来，只是一顿普通的家常便饭而已，是不是准备的有些太夸张了？里克塞尔笑着解释，难得一家人聚得这么齐，他特意让厨师多准备了一些。看着眼前这难得热闹的温馨场景，莱昂不禁想起了自己以前的日子。那时他因为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只能一个人在冷清的房间里吃病耗饭，而祖父整天忙于帝国的各种政务。大餐桌旁一直只有里克塞尔一个人，孤零零地面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吃晚饭。莱昂心里突然泛起了一阵酸楚，为了不让弟弟以后再感到孤单，他暗暗下定决心要改变这个家，一定要向祖父争取更多的家庭时光。此时，帕特里克缓缓坐上主位，威严地宣布今天的家宴正式开始。祖父公事公办地询问里克塞尔关于即将到来的成年礼筹备进度，里克塞尔也只是一板一眼地汇报工作。看着这如同汇报工作般的冰冷对话，莱昂心里顿时觉得有些不是滋味。这可是他推迟了整整3年的成年礼，祖父却连一句关心他身体的话都没有。他决定主动开口打破这个尴尬的局面。莱昂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情，直接向祖父抛出了一个重磅问题，问他以前是不是给母亲亲手做过面料。这话一出，旁边的里克塞尔整个人都傻了，谁也没想到莱昂竟敢提起这个禁忌话题。帕特里克显得异常冷淡，只是默默喝了口酒，直接否认了此事。看着祖父冷冰冰的态度，莱昂心里明白，提起母亲确实让祖父感到很不舒服，但他并没有打算就此轻易放弃。他笑着解释起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今天去见裁缝时，在家族图鉴里意外发现了一款非常特别的闪光面料。莱昂还特意转头询问里克塞尔是否也记得那块闪闪发光的独特面料。里克塞尔有些意外，但也只能点头承认。莱昂接着转述了那位裁缝说的话，这种面料在外面市场上根本找不到，只存在于他们家族的私人收藏里。他因此猜测那位年轻小姐就是母亲。听完莱昂关于母亲面料的猜测，祖父只是面无表情，淡淡的应了一声。莱昂心里很清楚，关于母亲的话题一直都是这个家里绝对不能碰的禁忌，但如果大家总是选择逃避过去，就永远没办法真正向彼此敞开心扉。所以莱昂打算利用定制家庭礼服的机会，来彻底打破家人之间长久以来的隔阂。就在这时，祖父突然开口承认了，那块面料确实是他当年亲手制作的。这话让在场的兄弟俩都感到有些意外。莱昂赶紧追问当年为什么要特意制作。祖父喝了口酒，眼神里多了一丝温柔，说当父亲的总是会担心唯一的女儿，怕她摔倒受伤，也怕她冷着冻着。他回忆起当年制作面料的细节，那是他用最顶级的魔法羊一根根施加了防护魔法亲手织成的。他没想到这块面料居然还完好保存着。看着一旁陷入沉默的里克塞尔，他心里突然涌起了一股愧疚。他意识到自己一直沉浸在失去的痛苦中，反而冷落了孙子们，让他们感到孤单。莱昂见状，笑着向祖父提议道，打算用这块面料来制作全家的正式礼服，这样布料的长度就绝对够用了。祖父虽然嘴上说着不用为他操心，但心里其实已经默默允许了这件事。莱昂见状，赶紧趁热打铁的追问，那祖父什么时候有空让裁缝量尺寸呢？祖父一听这话，
整个人直接愣住了。他本以为这礼服只是给2个孙子做的，根本没有把自己的份也算进去。莱昂却理所当然地笑着表示，既然是家庭礼服，祖父当然要一起穿。这下可把威严的祖父给彻底整不会了。里克塞尔在一旁主动出言提议，既然祖父平时抽不出时间去裁缝铺，不如直接把裁缝请到家里来量尺寸。莱昂一听，立刻举起双手表示赞成。看着孩子们如此热情期待的眼神，祖父也只能无奈的松口答应下来，表示接下来的礼服安排一切都听莱昂的。这下可把莱昂给彻底乐坏了。只要拿到了祖父的绝对许可，就不用担心他的古板审美会影响设计。而且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饭桌上的冰冷气氛也终于缓和了下来。压在心头的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莱昂也能专心准备接下来的成年礼了。在这之后，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在进行。裁缝安德里也如约来到了府上，开始为全家人测量尺寸并制作礼服。庄园里到处都在忙碌地布置着，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盛大成年礼，里克塞尔和祖父更是给予了全力支持。有了家人们在背后的保驾护航，莱昂反而成了整个庄园里最清闲的人。不过这也正好给了他充足的时间，可以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练习缝纫技术。可缝着缝着，莱昂却觉得有些不对劲。按理说，以他现在的缝纫完成度，应该早就触发了系统的提示，觉醒缝纫学徒这个基础天赋才对。可眼前的系统面板却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下可把莱昂整个人给彻底搞懵了。自己这次明明是纯手工用心缝制，怎么会连个最基础的天赋都无法觉醒？看着毫无动静的系统面板，莱昂开始深深地怀疑起人生。难道自己真的没有任何缝纫天赋吗？但他很快就否定了这个荒谬的想法，毕竟自己从小就开始做各种针线活了。那缝纫和做饭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是因为使用的工具不同，还是因为需要有大师在旁边亲自指导？可炼金术明明更加依赖各种工具。莱昂想的头都大了，也找不到答案。就在他抓狂的时候，女仆埃尔维亚推门走了进来，说裁缝安德里已经带着礼服到了。莱昂有些纳闷，礼服不是已经做好了吗？埃尔维亚有些犹豫地回答道，虽然礼服看起来确实已经完工了，但安德里此刻的表情却显得非常紧。这下可把莱昂给彻底说懵了，难道是礼服在制作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听说安德里的状况有些不对劲，莱昂心里直犯嘀咕，赶紧朝着会客室赶去。推开大门的瞬间，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彻底看傻了。这哪里是什么普通会客室，简直就是一家高档礼服店，各种华丽的衣物摆放得整整齐齐，看起来没有任何异样。莱昂立刻上前打招呼，安德里一看到他便兴奋地迎了上来，顺手递过一套刚做好的礼服，催促着他赶紧试穿一下。莱昂换上礼服，走到镜子前，这衣服简直就像量身定制的艺术品，连他自己都挑不出任何毛病。系统面板也在这时弹了出来，显示这是一件大师级的顶级礼服。可莱昂一回头，却发现安德里的表情有些不对劲，他忍不住开口询问，是不是衣服有什么问题？安德里赶紧摆手解释，说衣服本身绝对是完美的，只是他心里总觉得有些不踏实。还没等莱昂细问，系统居然又弹出了一条警告，说他根本没办法穿着这套衣服去参加宴会。这下莱昂彻底懵了，系统提示说这套礼服还缺少了关键的东西，必须找到这个缺失的元素，才能解决安德里的焦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莱昂脑子里灵光一闪，瞬间想通了问题出在哪里。他说这衣服的领口空落落的，安德里一听，顿时对莱昂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套衣服确实少了个视觉焦点，不管是领带领、结还是口袋，精全都没有。既然找到了问题所在，莱昂便开始琢磨其他家人的搭配。他觉得祖父适合威严的领带，而弟弟则更适合活泼一点的领结。就在莱昂盘算的时候，安德里突然有些局促地开口，向他提出了一个请求，他希望莱昂能亲自为家人们的礼服进行最后的收尾，甚至在上面亲手刺绣。莱昂一听，整个人都懵了。安德里却非常热情，表示愿意从头开始教他，不管是做领带还是刺绣都没问题。莱昂赶紧委婉的拒绝，觉得由自己来插手大师的作品实在有些不太礼貌。他忍不住询问安德里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安德里有些局促的解释起来，原来前几天给家主量尺寸时，他意外发现自己以前做过衣服的客人居然就是莱昂的母亲。当年帕特里克为了表达感谢，甚至亲自向他这个普通裁缝致谢，这让安德里深受触动。就在那个时候，安德里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亲手为自己爱的人制作衣服，对这个家庭来说都有着非凡的意义。既然家主当年一针一线地把魔法和爱意致进了面料里，那由莱昂来做最后的收尾才是最完美的。因为有些情感是再厉害的裁缝也无法代替家人织进衣服里的。看着安德里真诚的眼神，莱昂心里很受触动。对方作为一个骄傲的大师，能主动提出这个建议真的很不容易。既然人家都这么体贴了，自己也必须全力以赴。莱昂点头答应了提议，准备和安德里一起讨论设计。他突然想起刚才脑子里的灵感，打算先从领带的设计开始入手。莱昂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他想给祖父设计一款威严的领带，而给弟弟里克塞尔的设计则要体现出继承人的年轻与干练。安德里听完非常赞同，接着询问莱昂自己想要什么款式。莱昂想了想，决定先帮家人们做好，最后再考虑自己的。
既然决定了方向，安德里便提议先从基础领带开始练习。他还特意用剑的结构来给莱昂生动地讲解领带的组成。莱昂听完忍不住调侃：“用剑来打比方，可千万别让祖父听到，毕竟老爷子和那些剑术世家向来不对付。”接着莱昂又专业地问起制作时需不需要加内衬。安德里有些惊讶他的敏锐，解释说这次用的蚕丝面料非常好，熨烫后就能定型，所以不需要额外加衬。既然决定了要亲自动手，安德里便开始指导莱昂从最基础的领带制作开始尝试。可等成品一出来，安德里看着那条惨不忍睹的领带，只能硬着头皮夸他做得不错。莱昂自己都看不下去了，赶紧让对方别勉强自己。为了缓解尴尬，安德里提议直接进入刺绣环节。莱昂也早就有了想法，打算把家族的徽章设计进去。他一边画一边解释说，这些紧紧相连的叶子代表着家人们永远不会分开。这番话把安德里感动得不行，两人随即开始动手刺绣。安德里在一旁指导，强调刺绣最关键的就是质感，只有把纹理处理好，成品才会显得自然又高级。莱昂也明白这手艺没有捷径，只能靠死磕练习。他直接向安德里要了3天时间，保证到时候一定能全部搞定。安德里自然是全力支持。一转眼几天过去了，为了能尽快掌握窍门，莱昂这几天简直像着了魔一样，没日没夜地埋头苦练，手指都不知道被针扎了多少次。他甚至把安德里留下的图样全用光了，最后只能自己动手画图样来练。而且为了能真正提升手艺，他特意没有使用魔法工具辅助，全凭自己的真本事硬磨。功夫不负有心人，等他再次完成一条领带时，系统面板终于有了变化。虽然评价值是稍微高了一点点，而且上面还沾了他的一点血迹，但这至少证明他的努力没有白费。莱昂趴在桌子上叹气，这手工活真不是人干的，手指被扎了无数次，疼得他都想直接放弃了，浑身酸痛的不行，简直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看着眼前的布料，莱昂深吸了一口气，还是决定咬牙坚持下去，毕竟都走到这一步了，绝对不能半途而废。就在这时，异变突生，他的双手突然亮起一道光芒，紧接着系统面板刷的一下弹了出来，恭喜他成功觉醒了新天赋裁缝，熟练度也直接升到了学徒1级。莱昂这下可乐坏了，几天没日没夜的死磕，终于迎来了回报。趁着这股热乎劲，莱昂手上的动作更快了，裁剪布料行云流水，熟练度直接又升到了2级，甚至还额外解锁了一个成就奖励。接着熨烫定型一气呵成，熟练度直接飙到了学徒3级。莱昂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难道想要觉醒制作类的天赋？关键在于自己对这个物品的迫切需求。仔细想想，确实是这样。之前觉醒铁匠是为了做药水工具，觉醒烹饪是为了做面包用的油，而缝纫他之前只是在盲目练习，根本没有非做不可的理由。既然找到了问题的关键，莱昂立刻盯上了桌上的魔法修复工具包。现在他最需要的就是利用这个工具包来完成最后的制作。好在之前他死磕基础没有依赖指南，现在配合工具包简直是如虎添翼。随着剪刀和针线飞速穿梭，整块布料突然爆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就在这时，系统面板刷的一下弹了出来，提示他成功触发了大师之手效果，制作出的领带品质得到了大幅提升。莱昂这下可乐坏了，他赶紧趁热打铁，拿起针线开始在领带上进行刺绣。随着金色的丝线飞速穿梭，整条领带突然爆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系统面板再次更新，这条领带直接升级成了3星的极品领带。系统甚至评价，这根本不是学徒能做出来的东西，完全是一件无可挑剔的杰作。莱昂深吸了一口气，把做好的领带和西装外套搭配在一起。谁能想到，这2件单品居然触发了套装的协同效应，品质再次发生进化。伴随着一道更加耀眼的光芒，系统面板最终定格，他居然成功制作出了4星的极品西装套装。这下可把莱昂给高兴坏了，这几天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只要再把弟弟和自己的礼服做完，就能直接达成伟大的大成就。莱昂强压下兴奋，再次拿起剪刀，开始为下一套礼服裁剪布料。莱昂把做好的领结戴在弟弟的礼服上，系统的套装效果瞬间被激活，里克塞尔的礼服总算是彻底搞定。现在只剩下莱昂自己要在成年礼穿的衣服，既要穿着舒适，又得顾及家族体面，到底该设计什么款式才能独一无二？莱昂脑中灵光一闪，决定改造长领带。这种款式的精髓在于正中间的宝石，他决定去帕特里克的收藏里挑选一颗最合适的宝石来搭配。莱昂在祖父的收藏里挑中一颗紫色宝石，这颜色与他们家族的眼睛一模一样。当他把宝石别在自己礼服的领口，整套衣服瞬间爆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系统面板开始疯狂弹出提示，他不仅成功解锁了伟大残就，还拿到了25000仙令的隐藏奖励，资产突破10万，更是直接开启了仙令商店。还没等他查看房门，突然被猛地推开，里克塞尔竟然面色阴沉地站在门外。里克塞尔一进门就劈头盖脸的训斥，责怪莱昂为了缝衣服连续熬夜3天。他直接下达死命令，让莱昂立刻去睡觉。还没等莱昂开口反驳，女仆埃尔维亚就冲进来将他架回房间。被扔到床上的莱昂还在拼命挣扎，他求着2人让自己看一眼刚开启的商店，但根本没人理会他的抗议。在极度疲惫下，他只能乖乖睡去。清晨的阳光洒进走廊，换上亲手制作礼服的莱昂帅气逼人。埃尔维亚在一旁忍不住连声夸赞，尤其是领口那枚宝石，胸针更是点睛之笔。看着已经长成大人的莱昂，埃尔维亚心里也是感慨万千。当年那个虚弱的婴儿，如今终于要成年了。
这时，里克塞尔从走廊另一头走来，主动提出要亲自护送哥哥前往会场。莱昂心中一暖，跟着弟弟并肩前行。随着大门缓缓推开，光芒洒满大厅。里克塞尔笑着拍了拍莱昂的肩膀，提醒他今天自己才是真正的主角。大厅里早已是宾客云集，奢华无比，大家都在小声议论着这个古老的家族，甚至有人提起帕特里克与长孙不和的传闻。但看今天这阵仗谣言，显然不攻自破。随着侍从高声宣布侯爵与少爷们入场，帕特里克与里克塞尔率先走入大厅，紧接着今天真正的主角莱昂登场，领口那枚巨大的紫色宝石在灯光下闪耀，底下的宾客们立刻开始交头接耳，有人觉得他气场完全被弟弟压了下去，甚至嘲讽他这个怪人果然名不虚传。走在前面的帕特里克突然停下，低声警告莱昂离大厅里那帮家伙远点。莱昂有些意外，笑着问祖父是不是在担心他。帕特里克低声叮嘱莱昂去主持大局。莱昂笑着让祖父放心，他知道老爷子其实比谁都关心自己。对于台下那些只想巴结的人，他毫无兴趣。他今天上台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给家族挣足面子。站在台上的莱昂举止大方得体，一开口就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看着这样耀眼的莱昂，台下的里克塞尔一时间有些失神。他怎么也没想到，对方居然能有这么可靠的一面。不仅是家里人，连底下的宾客们也纷纷被惊艳到了。大家忍不住小声议论：今天的莱昂少爷真是让人根本移不开眼。他虽然看起来普通，但身上那套衣服确实有些不一样。旁边的人也跟着点头附和。仔细看的话，这套礼服在简约中透着一种高雅，甚至连带着把莱昂的气质都给提升了好几个档次。大家纷纷猜测，这到底是哪位大师的杰作？看着台下风向转变，帕特里克低声跟旁边的里克塞尔嘀咕说：“这小子还算有点脑子，他确实继承了某人的聪明劲。”随着莱昂致辞完毕，台下掌声雷动，里克塞尔兴奋地迎上来，对哥哥赞不绝口，好奇他是不是偷偷练习过。莱昂笑着打了个哈哈，这不过是他前世当社会人练出的基本功。看着两个孙子相处融洽，走在后面的帕特里克也露出了笑容，觉得莱昂虽然没有魔力，却极有风骨。老爷子夸奖几句，便让他们去宴会放松。随着音乐响起，这场宴会正式拉开帷幕。宴会桌上，帕特里克突然开口询问：“这次的迷宫仪式，莱昂打算带什么进去？要知道，在仪式里能拿到什么奖励，全看带进去的媒介是什么。带魔法书的能得到新知识，带法杖的能学会新法术。可莱昂根本没有魔力，这规矩对他并不适用。”莱昂想了想，笑着给出了答案。他打算带上自己亲手制作的药水，毕竟他很清楚自己没有魔法天赋，带上亲手做的东西才是最稳妥的。听到这个回答，帕特里克赞许地点了点头。不过老爷子紧接着又抛出重磅问题，他死死盯着莱昂，询问他是否觊觎继承人的位置。结果莱昂想都没想，直接一口回绝。看到莱昂拒绝的如此干脆，帕特里克甚至有些不敢相信。但莱昂态度异常坚决，直言继承人只能是弟弟里克塞尔。既然莱昂无心争夺家主之位，帕特里克便转头看向里克塞尔，询问他能否用生命去守护哥哥。里克塞尔毫不犹豫地立下魔力誓言。听到这个满意的答复，老爷子这下彻底放了心。最头疼的兄弟内斗问题迎刃而解。毕竟现在家族外面强敌环伺，皇室和剑术名门都虎视眈眈。好在皇室正因为继承人问题闹得不可开交，这也给他们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皇室正忙着内斗，暂时顾不上阿斯特里家族。真正让人头疼的是比登蒂斯家族，那个年轻女孩踩着无属族人的尸体，强行重组了整个家族，手段野蛮的令人发指。帕特里克收回思绪，看着莱昂，表示既然他不想争夺继承权，那就随他的心意去生活。莱昂有些好奇地追问：“要是自己以后在外面闯了祸怎么办？”老爷子一脸无所谓地表示：“只要你高兴，怎么折腾都行。”不过话还没说完，帕特里克的神色突然变得无比阴沉，他严厉警告莱昂，要是敢让自己受伤，他绝对不会放过对方。听到祖父这番硬核的警告，莱昂在心里默默吐槽，自己要是真受了伤，怕是得先被老爷子收拾一顿。为了让老爷子安心，莱昂赶紧保证会好好保重身体。晚宴正式开始后，看着祖父和弟弟在场子里交际，莱昂忍不住在心里感叹：应付虚伪的贵族真是个体力活。不过他今天来到这里，可不单单是为了吃喝玩乐，他还有自己的计划要完成。就在他准备行动时，一个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直接叫住了他。叫住莱昂的是一位贵族小姐，她对莱昂身上惊艳的礼服非常感兴趣，迫不及待地打听起设计师的事。莱昂心中暗喜，这可是送上门来的第一个客户。还没等他开口，周围的贵族也纷纷凑了过来，都想知道这套衣服出自哪位大师之手。看着越聚越多的人群，莱昂自己都有些意外，看来4星极品套装的魅力确实无人能挡。不过莱昂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反而故作神秘地叹了口气，声称设计师是个被驱逐的贵族私生子，因为把衣服卖给平民而遭到排挤。听到这个身世，贵族们立刻开始交头接耳。有人觉得用出身衡量才华太荒谬，但也有人指出，大皇子派系的人非常看重门第观念。听到大皇子塞勒斯的名字，莱昂联想到了二皇子凯尔的尴尬身份。看来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远比想象中还要复杂，这下事情可就变得有意思了。莱昂故意卖了个关子，说可以帮忙引荐，但就怕大家介意对方的出身。贵族们一听急了，纷纷表示只要衣服好看，别的根本不重要。眼看气氛烘托的差不多了，莱昂笑着举起酒杯，终于公开了答案。这位神秘的设计师名叫安德里，他的店铺
就在阿斯特里家族的领地里。听到这个名字，人群里顿时炸开了锅。原来这位裁缝之前就小有名气，难怪消失了这么久，原来是被阿斯特里家族给收留了。莱昂趁热打铁，伸出3根手指提醒大家，今天就只剩下最后3个名额了。就在大家准备抢名额时，一个冷冰冰的声音突然插了进来。克拉伦蒂亚穿过人群，径直朝莱昂走了过来。他盯着莱昂冷冷地询问：“那个裁缝真的什么衣服都能做吗？”这位突然出现的冷美人，正是剑术名门的主克拉伦蒂亚。周围的贵族们顿时小声议论起来，猜测她是不是也想定做漂亮的裙子。莱昂微笑着一口答应下来，并礼貌地询问她想要什么款式。这可是个难得的大单子。然而克拉伦蒂亚却冷冷地表示，自己只需要训练符合日常便服，因为她之前穿的那些衣服已经全都被毁得没法穿了。这话一出，周围的贵族们吓得够呛，纷纷找各种离奇的借口当场开溜。一眨眼的功夫，热闹的会场就只剩下他们2个人了。毕竟这位女侯爵可是从残酷的继承仪式中杀出来的狠色，大家对她避之不及倒也正常，但对莱昂来说，送上门来的生意哪有不做的道理。莱昂立刻进入了销售状态，礼貌地提醒对方，因为是大单子，可能需要多花点时间。克拉伦蒂亚道也爽快，直接问起需不需要付定金。莱昂笑着表示定金的事可以等宴会结束再谈。克拉伦蒂亚微微点头，这笔交易就算是初步达成了。看着克拉伦蒂亚离去的背影，莱昂松了一口气，没想到这位传闻中可怕的女侯爵其实还挺好说话的，搞定了最大的客户。莱昂转头看向其他贵族，笑着宣布名额已经全部抢光，现在只剩下候补名单了。这下可把台下的贵族们急坏了，大家纷纷开始争抢最后的候补机会，订单像雪花一样飞来。莱昂看着手里的仪式之书，觉得这下总算能给安德里一个交代了。这时埃尔维亚走过来通知他，祖父已经宣布仪式准备就绪。莱昂连忙答应着跟了过去。当他来到仪式大门前，看着眼前这扇散发着神秘气息的巨门，深吸了一口气。周围的宾客们又开始小声议论，毕竟阿斯特里家族可是以魔法闻名的名门望族。就在这时，大皇子塞勒斯和二皇子凯尔主动走了过来。塞勒斯看着莱昂，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询问他是不是一点都不紧张。这家伙明明知道莱昂根本没有魔力，这分明是故意来找茬的。但莱昂脸上还是保持着礼貌的微笑，平静地回了一句：“那是自然。”还没等塞勒斯继续发难，里克塞尔突然一步跨了过来，冷冷地反问对方。里克塞尔和塞勒斯互不相让，两人之间的火药味浓得快要溢出来。莱昂在一旁看着，觉得弟弟这副严肃的模样简直和祖父一模一样，跟平时对待自己的温柔态度完全不同。不过话说回来，这位大皇子塞勒斯确实是里克塞尔最讨厌的那种类型，虽然有点才华，但骨子里却是个只知道追求奢华和享乐的家伙。面对里克塞尔的强势，塞勒斯也觉得有些自讨没趣，尴尬地咳嗽了一声，便找了个借口转身离开。等闲杂人等都离开后，里克塞尔把准备好的药水递给莱昂，并祝他一切顺利。莱昂笑着接了过来，准备迎接接下来的挑战。看着眼前的场景，莱昂不禁想起了小时候，那时候的他因为没有觉醒任何魔法天赋，只能整天躲在这个巨大的藏书室里，把这里当成自己逃避现实的避难所。不过现在可不是感伤的时候。传说第1代家主在人魔大战结束后，在这扇门后留下了一件神秘的宝物。既然连家族里的人都把这当成宝贝，那在游戏里这绝对是个价值连城的稀有道具。莱昂从埃尔维亚手里接过工具，到了声线，想要开启这扇门，必须用阿斯特里家族的血脉作为钥匙。莱昂没有犹豫，直接刺破了手指，任由鲜血滴落在地上的魔法阵上。瞬间，耀眼的蓝色光芒冲天而起，狂暴的魔力波动像风暴一样席卷了整个大厅。这动静大得让外面的宾客们都傻眼了。谁能想到，仅仅是开启仪式的大门，就能产生如此恐怖的震动？在众人的惊叹声中，那扇尘封已久的古老巨门终于缓缓向两侧敞开。还没等莱昂看清门后的景象，一股无法抗拒的强大力量直接将他整个人笼罩了进去。